陆地最强一哥从来不是老虎狮子，毕竟有句民间俗语，一猪二熊三老虎。而我重生成猪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狂炫250斤猪饲料，把自己吃成猪圈里最肥的猪。周围的猪仔们都以为我疯了，要知道长得越肥，不仅容易被宰，更容易被送去繁育后代，那简直比死了还难受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觉醒了吞噬进化系统，只要吃东西就能不断变强。虽然吃饲料提升很慢，但是好在足够安全。而根据系统提示，家猪最多可以长到1000斤，达到1000斤之后，继续增重需要进化到下一种类。我本以为能够顺利到达1000斤进化，可没想到2个人类的出现，打乱了我的计划。爸爸，不要杀小白，他很乖的。一个小萝莉拽着壮汉的手不断撒娇，哭红的眼睛不时朝我这边看，可壮汉的脸色却没有任何变化。丫头，中午的红烧肉不香吗？香是香，可不等小女孩说完，壮汉摸着她的脑袋说道：“放心吧，不杀她，肉市场那边早就定好了，等快过年就把它卖出去。”听完2人的对话，我瞬间觉得嘴里的饲料不香了。不过好在离过年还早，只要能够在此之前获得进化，一定有办法逃出这个养猪场。而这2个月，我疯狂地加快进食速度，不管是紫薯还是红薯，我都一股脑朝嘴里塞。然而结果却并不理想。我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属性面板，目前体重400斤，体质5，力量10。是因为一直吃的都是低能量的食物，导致我各项属性提升并不明显。虽然相比其他家猪而言，我已经是巨无霸的存在，但是想要和人类对抗完全不够资格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发现了自己力量和身形提升之后，视力和听觉也提升了很多，如今更是连屋内的电视机声音自己都能够听到。本台播报消息，近期全球气温上涨，南极冰面融化，海平面持续升高，而 M 国舰队在南极冰层之下发现可疑生物。本台将持续跟踪报道，一条条报道不断的从新闻之中播放出来。作为一名有着大学文化的主，我很清楚新闻播放内容的重要性。而随后几天的新闻，一条比一条重量级。首先是各国扩充军备，其次官方也提出了储存物资之类的话，这让我感觉有股无形的危机笼罩过来，或许就在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内。而就在我这么想着的时候，壮汉带着几个男人再次来到我的面前，看着我又长胖了1圈，他的眼里都笑开了花。弟兄们，搭一把手，把我家的猪装好车后，我请大家搓一顿好了。面对几人的围攻，即使我奋力挣扎，还是被抓着尾巴拖出了猪场。看着面前带铁笼的大货车，我的心哇凉哇凉的。毕竟一般的小货车还能试试能不能翻车逃跑，这种带铁笼子的货车直接把我的希望砸得稀碎。不过当我被装进货车的时候，我发现对方竟然没有给铁笼上锁，而是用一把插销进行固定，这无疑是我逃生的最后希望。为了避免被人类发现，我是等大货车开上高速之后，才用舌头不断推动插销的移动。眼看就要打开笼子的时候，我却立刻停下了动作，快速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必须要找到一个森林或者大山，才能避免和人类起冲突。而且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越适合我苟且的发育。等待了大半个小时，我终于发现了合适的位置，那是一片连绵的山林，一眼看过去全是树木。只要跑进这片原始森林，几百个人进去也别想再把我抓回去。当即我也没再犹豫，一伸舌头把插销舔开，然后2只后蹄一用力，跳下了高速行驶的货车。而刚落地，我就撞弯了护栏，沿着陡坡滚到河里。还好我的力量和体质的属性已经不算低，只伤到了后腿。可由于担心被人类发现，我1秒钟也不敢耽搁地爬出了小河，然后钻入了前方的森林。原本我准备立刻找个隐蔽的地方恢复，可前方大树下一棵黑褐色的植物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这株植物长相丑陋，上面长着一些根茎和翠绿的叶子，这东西好像是叫何首乌。正好自己的后腿受伤了，有了它自己腿上的伤势应该很快就能好。当我准备张口吞下何首乌的时候，一条半米长的大蜈蚣突然从树后钻了出来，长长的黑红色身体快速朝我靠近。即便如今自己快500斤了，但是被它咬上一口估计也不好受，所以我先是小心翼翼地靠近对方，等到了合适距离后，猛地跃起，将硕大的身躯侧躺着，把这只大蜈蚣砸了个稀烂。看着地上的烂肉，我有点犹豫了，但这么大的蜈蚣可是宝贝啊，如果吞了它应该会增加不少力量。想到这里，我张开了大口，迅速把大蜈蚣吞进了肚子里。此时系统的声音响起，叮，种类家猪，目前体重480斤，体质6，力量16，首次吞噬动物觉醒技能吞吸术，可直接吸取食物进行吞噬，大幅提升吞噬数量。这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不凡，毕竟这吞吸术实在是太适合自己了。连忙继续追问系统，我进化的时候还会觉醒其他的东西吗？叮，宿主每进化1次觉醒1门法术，进化到第5次之后会觉醒1门神通，这让我心中大喜。为了验证吞吸术的效果，我当即对着不远处的何首乌张开了口，何首乌竟直接朝我飞来，一边飞的同时还在不断变小，最后被我一口吞下。这时我的后腿感觉一阵酥麻，受伤的位置片刻就恢复如初，而且力量和体质又上升了2点，体重也达到了500斤，不错的开局。这片森林还真是我的宝地，但突然想到，这么大片原始森林里面绝对会有大量的食肉动物，自己如今实力面对一些小型动物还行，要是碰见了熊瞎子、老虎这些大型食肉动物还远远不是对手。不过自己进化1次之后，或许就不惧这片森林之中的任何动物了，所以当前任务还是好好苟起来。我小心翼翼地在森林之中走着，不一会就找到了一处隐秘的石头。如今我的鼻子也是极其的灵敏，而在这片石洞周围，我并没有闻到其他动物的味道，或许是因为离高速公路比较近的原因，这里的动物比较少，这让我安心地进入到洞中，躺在里面开始呼呼大睡。而在遥远的海上，这里大雾弥漫，此时第3战斗群10几艘战斗舰正在疯狂的后退，巨大的炮管之中不时发出一道惊天巨响，前方的大雾之中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。在旗舰的作战指挥台之上，一个散发着恐怖红光的生物出现在了屏幕之上，这是红外扫描仪和雷达，
同时扫描出来的东西。身穿将服的中年男人一脸凝重，而旁边一位年轻的军官说道：“司令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散发的热量竟然如此惊人，我们所有的战舰散发的热量与之相比，仿佛是萤火一般。”中年男人口中沉稳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，但是暗国的损失绝对比我们大。传我命令，将这个地方列为禁区，和那几个地方同级。几天后的大岭原始密林之中，我每天不是吃了睡，就是睡了吃。显然不知道我之前预感的危机已经悄然开始了。我看了看自己的属性面板，如今体重达到600斤了，而周围的食物对我的提升越来越小，我只能迈开了蹄子往森林深处走去。但是没走多远，我就在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。我试着对着水里的一条鱼张开了嘴，结果这条鱼便飞出水面，钻入了我的嘴里，同时力量属性再次增加。知道了吃鱼能大幅提升力量，我直接躺在河边，看着有鱼靠近就张开嘴，吸溜一声，又是一条鱼被我吞下。这次增长的却是体质属性，伴随着吃掉的鱼越来越多，我白嫩的身体已经逐渐变成了黑棕色，嘴巴两边也长出了尖利的獠牙。丁，种类野猪，目前体重650斤，体质30，力量50。反组成野猪后，我的体型已经快接近3米，吞噬一般的小鱼提升已经不再明显，于是继续朝着森林的更深处前进。可刚前进不久，我便听到了狼嚎的声音。我小心地朝着狼嚎的方向摸了过去，没想到的是，当我看到狼群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围攻2头黑熊。虽然狼群一般是打不过熊瞎子的，可这只大黑熊身旁的小黑熊拖累了它。为了保护熊孩子，大黑熊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本来我想着双方大战正好渔翁得利，可看到熊孩子可怜的模样，我还是动手了。庞大的身躯在高速运动下产生的破坏力强悍无比，我只是一个猪突进，便顶飞了3头野狼。眼看大黑熊又拍死1头野狼，头狼看着我庞大的身躯再次放声长啸。本以为狼群会掉头先对付我，结果头狼长啸过后，便带着狼群迅速钻入树林消失不见。大黑熊朝我深深看了2眼后，也带着熊孩子钻入了树林。看着地上咽气的几头野狼，我张口使用了吞吸术，果然大型野兽提供的属性加成更高，就快到达1000斤开启进化了。在吃饱喝足后，我继续慢悠悠地向着丛林深处走着。然而一个奇怪的东西让我停了下来，这东西浑身漆黑，有着1米多长，那是猎人常用的捕兽夹。在这种原始森林深处放置捕兽夹，这些人一定不是正规的猎人，而是偷猎者。正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，一声虎啸声从前方不远处传来。东北虎！我心中一惊，这是真正的丛林王者。这群偷猎者的目标很显然就是东北虎。老虎全身是宝，能卖出天价，不能等了，我要先去看看。他们不敢轻易攻击我。在众人印象里，发狂的野猪比老虎更危险，何况我的体型已接近野猪王。嗷呜！丛林深处的虎啸变得急促，震慑着四周。我稳稳接近，速度渐慢，感觉到那群人就在前方。我引入低矮灌木，继续靠近。我的伪装不逊于虎豹，更致命的是，没人想到一头700斤的野猪会伪装。靠近小山坡顶部时，我停了下来，看到了他们5个身穿大衣、配匕首、挎长枪的中年人围坐在火堆旁。强化过的五感让我清晰听到他们的谈话。中间的中年大胡子说：“这次真是危险，不过幸亏计划完成了。过了这段时间，咱们可以去东南亚好好潇洒。”其他人露出放松的表情。最年轻的男人说：“可惜了五哥，被那老虎一掌拍碎了脑袋。”我心中一惊，看向他们周围，果然有个小土堆。另一名中年男人安慰道：“干咱们这行，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？老五运气不好，咱们不是给他报仇了吗？”大胡子也说：“这次算伤亡小的。我第一次猎虎，直接被拍碎3个脑袋，像西瓜碎一地。要不是老猎手疯狂开枪，伤亡更大。这次咱们都做得不错。”年轻男人心情稍缓，我眼神凝重。这片丛林的王者果然被解决了。尸体在哪儿？目光搜寻，我看见一只粗大的虎尾从一个黑色罩子下露出。他们还没处理老虎，应该要驻扎一晚，那我就晚上动手。我心中计算着，身躯伏在山坡下，静静听着，收获颇丰。几人心情不错。一个中年男人说：“这次回去我要连喝10天，下次来不知猴年马月了。”这次也是钻了空子。另一个接道：“是啊，华夏国如今把军队集中在近海和内陆深处，中间地带难得没那么紧张。老大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”大胡子语气凝重。买家中有国外富豪和政府高层，我和其中一个聊天，发现他们都在办移民，很多移去美丽国了。现在社会不太平，我们得小心。这次完了，我也要去美丽国，找个农场放松几年。其他几人一惊：“老大，你要金盆洗手？”大胡子点头。几人沉默了一阵，气氛又热烈起来，开始谈论回去后如何享受。回去好好去最贵的夜店玩几天。老三，你说上次去的黄金汉不错。二哥，那边的确不错，质量高，还有很多大学生，那你一定要带我去。听着这些，我大开眼界，这群人干的危险，玩的也花，人渣败类都不足以形容。杀了他们也算为民除害。夜晚降临，5人围坐火边，这里是东北虎老窝，他们不担心其他动物，打算休息一晚再走。经验丰富的大胡子还是安排2人守夜。夜色渐深，森林偶尔传来吼声与鸟鸣，我还在等待，等到半夜3更，人最疲惫时，咕咕咕，前方空地上守夜的人只剩一个，摇摇欲睡。就是现在，地面突然震动，睡眼惺忪的中年人喊道：“大哥，地震了！”几人猛然惊醒，大胡子警觉四望，但发现异常时，我距他们仅100米。他举枪的瞬间，我已冲到他面前。大胡子想不通，这野猪为何绕过前方吓傻的年轻人，先冲向他。咚，他被结结实实撞飞，摔落在地。其他几人反应过来时，我已冲到面前。轰轰轰，几声撞击后，森林恢复宁静。我满意的看着杰作，5名装备精良的猎手倒在面前。这段时间，我的实力提升不小。
这下可以看看战利品了。在森林生活这么久，都快忘了人类社会什么样。地上除了装备，还有3个黑色大塑料袋。哗啦，我先开第一个，一只完整的东北虎，体长近3米，雄壮身躯上有10几个弹孔，即便死去，仍散发摄人气势。右爪沾着血迹，我知道那是老五留下的。吞噬这只东北虎，我完全能达到进化条件。我估计第2个袋子下是什么？带着好奇，我掀开第2个更大的袋子。嚯！即便是我，心中也有些震惊。一具完整的棕熊尸体，体长3米5，我的体型在他面前也稍逊一筹，这让我对第3个袋子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它没有前2个大，难道是金钱豹？都是值钱东西。哗啦，掀开后，我眼睛瞪圆了，2只东北虎幼崽，而且还是活的。我明白了，这群偷猎者最大的收获是这2只幼崽，卖到某些国家绝对是天价。怪不得大胡子想金盆洗手，我犯了难，是直接吞了幼崽和其他尸体，还是怎么办？看着黑色袋子下瘦弱的幼崽，我感叹，这没几斤肉，吃了也长不了多少能量。和旁边棕熊相比，它们确实是小不点儿。我继续搜寻，如今迫切需要的是一部手机或通讯设备，好关注外界情况。偷猎者的背包里东西不少，大胡子的背包里甚至有个笔记本，记录了他这些年的经历和见闻，大部分关于各个森林的详细信息。大岭原始森林在他的标记中竟不是最重要的，内容太多。我先合上本子，继续翻找。哗啦啦，另一个背包里，我翻出一部智能手机和1盒套套。我鄙视地看了一眼奈何最小号的套套，兴奋地卷起智能手机，这能解燃眉之急。有手机就应该有充电宝，甚至发电机，我得好好找找。好不容易爆出装备，得物尽其用。果然，不一会儿找到了充电宝和一个小型手摇发电机。这群偷猎者装备齐全，这些东西让我极其满足。他们简直是来给我送装备的，把我缺的都送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嗷呜，2道脆弱的呼啸在耳边响起。2只小老虎醒了，它们悲伤地走到东北虎尸体前，发出呜呜的呜咽。它们围着母亲尸体不停转圈，完全忽视了我。我心中一阵纠结，这2只小崽子见了我不跑，真是送到口边的食物。我慢悠悠挪到它们旁边，2只小老虎终于紧张起来，一只向后竖起毛发，但它们没有后退，一直守在母亲身前。不愧是东北虎幼崽，很有胆气。我心中感叹，这里是东北虎老巢，它们还远达不到在丛林生存的实力。看了庞大的东北虎尸体一眼，我决定先吞噬更有肉的棕熊。一只棕熊已足够我进化，没理会2个小不点儿。我来到棕熊身边，吞吸术用出，庞大的尸体在我面前不断缩小，最终被吞入口中。轰！棕熊刚进入体内，一股庞大的热量猛然袭来，呼噜噜，我不由自主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。叮，力量加45，叮，体型加50，叮，宿主满足进化条件，宿主是否进化？听到系统的声音，我心中一阵感慨。来到原始森林这么久，终于达到了第1次进化的条件。系统，我的体重现在多少？宿主正在消化食物，体重在不断的增加，目前是950斤。我能感觉到身上的热量在翻腾，体重带来的不仅是身长增至4.9米，更是力量的质变。地上散落着老餐、鹿茸等珍贵药材，我没有犹豫，张嘴一吸，将它们尽数吞下。叮，力量加2，叮，体型加2，叮，力量加3。药材滋养下，体内的火热之气变得平和。片刻后，系统的声音响起，叮，宿主的体重增加到1000斤。我心中大喜，终于达到了进化的完美条件。从远处看，我的体型早已改变，身长超过5米，全身毛发变成棕红色，嘴上獠牙长达50厘米，坚硬异常。旁边的2只小老虎吓得瑟瑟发抖，但仍紧偎在母虎身旁。系统开始进化。话音刚落，全身上下涌现出一丝丝热气，与外界空气交融。呼啦啦，森林中刮起狂风，我身上的热气越来越惊人，散发出微弱红光，身影渐渐隐没其中。2只小老虎睁大双眼，震惊地看着我。眨眼间便已过了5天，在大岭森林北部中心，一道身长5.3米的巨无霸正在慢悠悠走着，身旁跟着2只小老虎，其中1只还背着背包。森林中的其他动物看见我便远远躲开。我嘴上的银色獠牙锋利异常，全身布满黑色鳞甲，腿上有着神秘图文，模样恐怖。这次进化出乎我的预料，外形一看便不是普通野猪，失去了伪装保护。但让我高兴的是，关节和主要部位覆盖的黑色鳞甲让防御力天差地别，这与我的第1个神通有关。鳞甲周围是火红色的毛发，散发的热量甚至能轻易点燃空屋。我知道自己已脱离一般动物的范畴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：叮，楚风，种类黑甲猪，体重1400斤，力量300，体型300，法术吞吸术，黑甲柱，黑甲覆盖状态下，黑甲热量惊人，可免疫一般的物理伤害。果然，我心中暗喜，这神通是保命的。但不止如此，开启黑甲，力量会恐怖提升，全身毫无弱点，像一块高温黑铁。配合体重，我估计连坦克都能撞碎。嗷呜！背包的小老虎发出不满的吼声，想把背包扔下。呼噜！我当即呵斥，它吓得停下动作。和我的身形相比，它们真是小不点儿。我心中喃喃，既然背累了就换1只背。你妈不在了，我把你们养大，不得给我干活，还得好好训练。背包移到了另1只小老虎背上，它们虽龇牙咧嘴，却不敢反抗，慢悠悠走着。我不禁想到，我如今的实力，即便在整个森林都是最强大的了，还不是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？看来已经不用奋斗了。系统，我现在的体重极限是多少？
丁，宿主目前的体重极限是2万斤，力量和体型极限都是2000点。轰！听到系统的声音，我一个不留神撞倒了前方一棵粗壮的大树。什么？2万斤？系统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吃什么能够长到2万斤？你是让我把整片森林都吃光吧？说完，我看向脚下的2只小老虎，心中感叹：就这样的小不点儿，吃多少也不够啊！丁，宿主自行发掘。突然，我想到了大胡子的笔记本。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猎人，他在上面记录了很多大型动物的坐标。果然，笔记本上有关于大岭森林最详细的介绍。大岭森林浩瀚无边，南边连接着无尽大海。森林中最恐怖的是靠近海洋的那片区域，那里的王者堪称整片森林最恐怖的存在。大胡子日记里的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。10年前的1月，这时候森林遍布大雪，我和几名战友第2次来到了大岭森林。看到这里，我明白了他经验丰富的原因。我不同意前往大岭南部核心区域，因为那里太过危险。但是同行的几名外国人却不知天高地厚，他们想从那里上岸。最终我们决定前往大岭南部，这也是我最为恐怖的一段回忆。我的眼神凝重起来。大雪弥漫下，森林之中很少有动物活动。然而意外发生在刚刚到达南部区域的第5日，一条超过10米的大蟒蛇从树上偷袭，直接绞死了一名外国人。同行人的火气只给蟒蛇造成了轻伤。我心中一愣，10米的大蟒蛇，不过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的獠牙应该可以轻易刺破它的皮肤。10米长的大蟒蛇虽然使得众人十分恐惧，但是也令众人极其兴奋，因为他们心中印证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这片区域存在着其他地方不存在的大型动物。即便是能看这些动物一眼，也让人心驰向往。真是一群疯子！我心中感叹，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。在深入的第6日，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最想看到的奇观，一只超过5米长的黑虎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之中。噩梦也从这里开始。黑虎，我心中一震，难道森林中还有其他动物也超越了自然形态？这只黑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。在看到黑虎的刹那，那名叫杰克的外国人尤为兴奋，他口中大喊着一些生涩的词汇，我只听懂一个词叫做圣兽。然而黑虎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，我却看到了一双不带感情的血红色眼睛。杀戮就此开始，后面的内容记载混乱，但结果可知，整支小队只有大胡子一人逃脱。看到这里，我心中了然，这只黑虎的智商应该没我高，实力也应在我之下。我可是完全进化过一次的存在，即便面对坦克、大炮都有一战之力，向着南面进发。我心中兴奋地喊道。2只小老虎不明白我的意思，但能感受到我的兴奋，也玩耍起来。眨眼间5天过去了，穿过丛林的这5天，我基本上把沿路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，其中更用2只小老虎当诱饵，捕获了1只豹子和2只棕熊。路上的珍稀药材，我不知吃了多少，连2只小老虎都吃胖了不少。它们身形变大，初具王者风范，但在我面前还是乖乖的跟屁虫。如今它们已屈服在我的淫威之下。呼噜噜，我一喊，背着背包的小老虎就屁颠屁颠的来到我面前。我熟练的从背包中拿出手机，打开手摇发电机，一旁的小老虎卖力的给手机充电。充了一会儿电后，我点开一个名叫灵魂的交友软件，这是这几天我发现的新大陆。一条消息在我用舌头费力的操作下发了出去。哈，早啊！在华夏农业大学的女生宿舍中，一个妹子连忙拿起手机，对着身旁的姐妹说道：“昨天聊的那个帅哥回我了。”宿舍中，一个身穿粉色睡衣但掩盖不住胸前波涛汹涌的女生说道：“你咋知道对面那个是帅哥？你连他面都没有见过，他是人是鬼你知道吗？”楚夭夭兴奋地说道：“我能感觉出来，他就是个帅哥，而且他还见多识广。”看着有些脑残的楚夭夭，胸前波涛汹涌的宿舍社长王瑶有些看不下去，他走到楚夭夭的面前，说道：“把手机给我，我问一下他。”楚夭夭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将手机给了王瑶。王瑶没有废话，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多大了？做什么的？”大岭森林之中，我看到消息微微一愣。过了5分钟之后，我的消息终于回过去了：22，是个丛林探险家。另一边，王瑶看到我的消息，嗤之以鼻地对着楚夭夭说道：“切，还丛林冒险家，这种事情也就骗骗小姑娘，你相信吗？”楚夭夭连忙点了点头，相信，相信。看到楚夭夭的表现，王瑶有些头疼。在大岭森林之中，我决定上传几张图片。呼噜噜，我发号施令，2只小老虎乖乖走到前面，在我的指挥下摆了2个卖萌的 pose。咔嚓咔嚓，我对着几个角度各拍了1张。而在灵魂这个社交平台上，因为我上传的照片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。滴滴滴，我刚上传照片，便收获了无数点赞和讨论。这老哥是真猛啊！这是在原始森林吧？一个自称生态学博士的网友说，这的确是在原始森林深处，这种地貌还有环境，全世界保存完好的不超过10处。那2只老虎是怎么回事？其中1只身上还背着书包，这大哥的路子是真野。在华夏农业大学的宿舍中，楚夭夭一脸兴奋地对社长王瑶说：“瑶瑶，你快看，这是他刚刚发出来的照片，他真的是一名丛林探险家。”王瑶看着手机里的照片，眼神中带着难以置信。难道他真的是丛林探险家？他心中想着，还是有些不相信。随后又说：“你问问他多高，说不定是个细狗。”楚夭夭脸上露出一丝不悦。在确定了楚风真的是丛林探险家后，他对手机对面的那个陌生人好感度暴增，但还是拗不过姐妹。你多高啊？大岭森林深处，我已极其靠近南部。看到消息，我一阵沉吟。从发出照片到现在，我收到了无数个招呼。看着手机信息，我不禁有些感伤，想起了上一世无人问津的日子。男人必须得有内容，我心中感叹。消息太多，我只能着重回复楚夭夭几个人。
看着他的问题，我犯了难。多高？我的体长如今已经6.3米了，但身高估计也有1.9米左右。对此我只能如实回答，我目前身高1.9米。另一边，收到消息的楚瑶瑶兴奋地对王瑶说：“瑶瑶，他身高1.9米，是我的理想型呀。”王瑶已经彻底对楚瑶瑶服气了，隔着一个屏幕竟然喜欢上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。楚瑶瑶还想问，但看到我这边已下线，只能作罢。不过他对我是越来越好奇了。有了手机，我当然不止聊天，我每天都关注新闻。欢迎收看本台新闻报道。目前第3舰队协镇远号已返回海军基地。对于国际社会想知道此次行动的具体信息，无可奉告。本台播报：五台山、龙虎山、九华山、雁荡山招收大量弟子，要求具有本科学历，天资聪慧者可不限学历，同时招收记名弟子。这2条消息连在一起，把我镇住了。我忍不住看了下面网友的评论。我要去五台山了，我离得近，我就是那万中无一的绝顶天才。切，佛指度本科以上，你个小专科别来沾边。我本科毕业正好找不到工作，我要去试试。爸妈再见。下方评论在我意料之中，让我震惊的是新闻竟公开宣扬这几大名山大量招收弟子，难道真的需要那么多人？需要这么多人干什么？当然，下方也有一些理智评论，但隐没在海量评论中。我继续关注新闻，剩下的都是关于人民生活之类的。随后，我忍不住搜索起这些山门招收弟子的具体信息。突然，我在一个关联消息里看到，华夏武者协会今日公开了武者修炼的境界。武者修炼乃修炼天地之气，结合自身的修为，一共分为10大境界：9品引元境、8品铁皮境、7品钢骨境、6品交感境、5品开阳境、4品真和境、3品虚子境、2品地刚境、1品天元境。望广大武者勤加修炼，早日登顶。我心中一动，华夏武者协会，华夏什么时候有这么个机构？如今连修炼境界都公布了，我不禁抬头望天，我预测的变故好像真的要来了。同时，我不禁想到，我如今相当于什么境界？铁皮境和钢骨境好像还比较容易理解，但如果真是铁皮和钢骨，也顶不住我的一撞吧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：丁、楚风，种类黑甲猪，体重2500斤，力量450点，体型400点，技能吞吸术黑甲。这段时间在森林里边走边吃，不知不觉我已长到2500斤，体型长到6.3米。如此庞大的体型在森林中更加没有对手。不过距离第2次进化的2万斤体重还很远。我喃喃低语：走了，招呼了2个小弟。我接着向南部区域进发。嗷呜，2只小老虎在我带领下也兴奋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在华夏的一个村庄中，张英正在和父亲张大彪打电话：爸，你说让我成为霞光洞的记名弟子，我还要上班呢，哪有时间去什么霞光洞？电话另一边，张大彪连忙说：女儿，这个名额可是你刘伯伯花了大关系，争取了好长时间才争取过来的，你不是也看了新闻了吗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张英眉头微皱，他知道某些突然兴起的东西有着特殊意义。好吧，但是我还要在村子里面工作呢，每年只能去几天。张大彪脸上大喜说道：好，没问题，等这周你放了假，我们先去霞光洞一趟，把入门心法学一下。我听说京城有很多大人物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霞光洞，虽然霞光洞的名声比不上五台山这些，但是传承绝对不弱。张英无奈地说：爸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什么入门心法？什么传承？我工作了，新闻内容还在传播，而在一些大家族中早已开始准备。京城王家到了吗？到了，终于到了铁皮境了。即便是面对一只野狼，我都能轻松将其撕裂。不错，好好修炼，这样在未来才有机会。一老一少闲聊着，四合院中，一个中年人兴奋地看着身旁的年轻人说：这就是传说之中的8品铁皮境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儿王腾真是天纵之资。年轻人脸上露出一丝傲然说：爹，我师父说如今天地未开，只有凭借散落的灵气才可以突破，我如今的境界已经处在绝顶了。中年人连道：好，跟在你师父身前多学习一些功法，以后华夏就是我们王家说了算。随后，一群王家人端坐在大厅中，上方坐着2人，一位是威严的中年男人，王家当今家主王腾的大伯王万军，如今已是华夏某部部长。如此人物对身边的另一人却恭敬有加，亲自为其沏茶。这人身穿紫色道袍，2道白胡自然垂下，一看便是得道高人。王万军恭敬地说：道长，如今我们王家小辈属王腾，王爵天赋不错，2人一个是9品引元境，一个是8品铁皮境，但是我听说在军队里面已经出现了7品钢骨境的存在。紫衣道人微笑道：军队的事情你比我清楚，但是我想说，如今虽然军队能人辈出，但是想要追上我等还差得远。王万军脸上喜怒不露，客气地说：还请道长多多培养我王家之人，我定当不会让道长失望。紫衣道人不敢托大，连忙说：一定，王部长放心。王万军接着说：道长，听说天地不久之后将会初开，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？紫衣道长微微沉吟道：一切自有定数。王部长是不是知道什么消息？王万军脸上露出凝重之色说：前线部队压力很大，虽然天地初开未知因素成倍增长，但是的确可以缓解一丝燃眉之急。紫衣道长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言。这些事情道门也有参与，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随着华夏公布的消息越来越多，连普通人也感觉到风雨欲来。如今整个华夏的各大名山前都挤满了人，终南山脚下以往人迹罕至，此刻早已挤满。一个中年男人带着小女孩艰难地在人群中挤着。小女孩不解地说：父亲，很多名山不是要本科毕业的吗？我不用着急吧？中年男人耐心解释：闺女，你不知道许多大家族的子弟肯定从小就开始准备，正好你大伯前几年上了终南山，我们才有这个机会，绝对不能浪费。小女孩说：前几年大伯上山的时候你还骂他，说他逃避现实什么什么的。中年男人尴尬一笑说：这世界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，环境一变，什么不合理的都能变成了合理，到时候上了山可要努力，你不卷他们，他们就卷死你。小女孩只能郑重的点头。
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华夏各地，尤其在五台山、龙虎山这样的名山前。而在原始森林中，我还是悠哉悠哉地继续游荡，一路上秉持着吃光的原则。我的体重已暴涨到3000斤，力量和体型都增长迅速。一路上虽然碰见一些野兽，但他们看到我后直接被吓得远远的。我想要抓住一些野兽吃还真不容易，不过我马上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，因为我已到了原始森林的南部，也是整个森林的最深处。呼呼呼，我忍不住吸了几口气，不愧是大岭森林的核心，这空气之中仿佛散发着一股香气。我脑海之中不禁想到，而且从大胡子的日记中我了解到，他仅仅进入这片地界没多久便碰见了黑虎，说不定这里还隐藏着其他凶手。地面之上，2只小老虎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安，看着前方的密林，脚下有些踌躇。呼噜噜，我直接一嗓子喊过去，怕个毛线，有我罩着你们。2只小老虎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，随后便安静了下来。从日记中我知道这片区域很有可能有一只体长超过10米的大蟒。俗话说蟒大成蚺，以我如今超过2米的身高，接近7米的体长，这只大蚺还真不一定敢出现在我面前。有点渴了，走去喝点水。我跨着大步，闻着空气中的水分，不一会儿便发现了一条小河。小河河水极其清澈，但深度却不浅。我知道越是清澈的河水越容易误导别人。2只小老虎跟着我很快也来到河水前，或许是因为这段时间吃的比较好，它们的体长已接近1米。呼呼呼，突然我在水面上闻到一股腥味，我忍不住抬头看向河面。进化过一次的我，嗅觉和视觉都超越以往数倍。在不算宽阔的河面，我看到远处有一条黑影划过，速度极快，体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几米。在移动位置后，这条黑影潜伏在了水底，水面又变得清澈无比了。我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兴奋之色，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只是这条大蚺长达10几米，和大胡子日记上记载的还是有差别。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不管它是又长了几米，还是另外一条，都已成为我的目标。我嘴角的银色长牙散发着锋利的光芒，这一双银牙在这片森林中只用过一次，那次面对一只体长5米的棕熊，它直接被刺穿，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这一次面对这只体长超过10几米的大人，我知道如果不使用黑甲，肯定要用银牙。哗啦啦，我直接躺入水中，这有1.5米的深度吧。随后我对着岸上的2只老虎说道：呼噜噜，离远点，别把我手机进水了。2只小老虎马上向后退了很多。我慢慢在水中前行，面对我庞大的身躯，水底下那只巨大的森蚺并没有跑，不愧是南部区域的野兽。靠近河中央时，我能明显感觉到森蚺就在前方。就是现在，我猛提一口气，闪烁着荧光的利齿直接插入水中，呼啦啦，水面开始剧烈晃动，一条庞大的尾巴出现在水面之上，拍击的水花四溅。2只小老虎惊恐地看着这个景象，对他们来说，水中的森蚺堪称庞然大物，水面上血色弥漫。刚刚我的一鼓，2只银牙已经穿透了森蚺的身体，森蚺想缠住我，奈何我身形太过庞大，全身黑甲弥漫，森蚺跑不了。在剧烈晃动1个小时后，终于没了动静。我脸上露出一丝兴奋，这只森蚺比我捕获的任何动物都要大，吃了它或许能增加不少力量和体型。用银牙插着庞大的森蚺，我慢悠悠向岸上游去。轰隆，森蚺落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2只小老虎还是不敢上前，我直接用银牙削取一块肉给它们，随后便自顾自吞吸起来。就在我慢慢享用森蚺的时候，远处一只体长3米的白狼正盯着我身边的2只小老虎。感觉到不同气息的我立刻回头，正好看见了一双毫无感情的眼睛，不愧是南域，刚进来就碰见2只体型远超寻常的野兽。我心中感叹，这应该是一只独行的野狼，能长到3米，一般情况下已经不需要队友了，离我有200米，正常情况下我追不到，但谁让你不知死活，竟敢觊觎我的小弟，我只能送你归西。说着，我全身慢慢被一层漆黑鳞甲覆盖，周围温度急速升高。3米长的野狼刚感受到什么，便见到一只庞大的黑影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冲了过来。轰！它瞬间被撞飞上百米远，重重摔在一棵树上才停下。呼噜噜，给我把那只野狼的尸体拖回来。2只小老虎屁颠屁颠去拖尸体，我继续吞吃庞大的森蚺。我能明显感觉到身上力量和体型的急速提升，这一条森蚺堪比外边好几头大型动物。呼！我吐了一口气，森蚺已吞掉。随后我又看向2只小老虎拖回来的巨狼。3米长的巨狼过去根本不可能出现，但在这片地带好像稀松平常了。没有犹豫，我直接将这只巨狼吞入口中，一股股热气在我体内游荡。连续吞吃2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后，我能感受到全身上下热气弥漫，一股股力量不断冲刷全身，我的体型也在缓缓变大。吃饱了的我并没有着急睡觉，而是打开了手机。这2天因为华夏公布的一些消息，所有人按捺不住，开始了全民修炼的热潮，尤其是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大师，收获了大量的关注。我点开了一个视频，我是形意门掌门，接下来我要演示的是我的独门绝学闪电5连变，你们都看好了，我只演示一遍。这是最近网上呼声最高的几位大师之一。果然，在视频下方一群网友回复道：马大师，收我为徒，带我得到你的真传，我去拳打少林，脚踢武当，真正将我形意门发扬光大，就凭你，马大师还是收我为徒吧。我是网上写小说的，到时候我把咱们形意门写成正统，其他的全都写成反派。我看到这些评论不禁咧嘴一笑，如今华夏绝对隐藏着很多高手，但绝对不是这位马大师。他的招式虽然唬人，但力量太弱，行动迟缓，顶多算个健康老人。手机上突然弹出一道消息，是楚11又在给我发消息。我点开软件，紫霞派来我们学校招收弟子了，我去参加测试竟然被选上了，等以后我修炼有成一定会帮助你的。
看到这个消息，我直呼：好家伙，华夏的这些势力如今真是一点也不避讳，竟然直接前往重点大学招收弟子。我不由感叹，紫霞派掌门人很通透，华夏10几亿人，不能轻易断定谁天赋就好，但能考上重点大学，最起码说明脑子不算太笨，即便修炼不起来，也能帮助宗门处理其他事情。当今世界什么最珍贵？2个字：人才。我慢吞吞回复道：恭喜你。华夏农业大学的宿舍中，楚夭夭正一脸兴奋地看着手机，但其他几个舍友却一脸郁闷，尤其是社长王瑶。王瑶说：夭夭又在和那个丛林冒险家聊天吗？如今大家都在拜名山或名师，你问一下他拜到了哪里？我听说隔壁的金大都有人拜到了泰山、老君山这些顶尖大山之上了。楚夭夭带着一丝同理心说：人家已经毕业了，哪和咱们一样有这些名山前来收徒？再说了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拜师的。这时，一个舍友开口说：夭夭，我建议你还是问一下，你已经拜在了紫霞派，在咱们系都排在前列，你喜欢的人也不能太差了吧？楚夭夭忍不住舍友的蛊惑，不由发消息问道：你拜师了吗？收到消息，我干脆的回答：没有。另一边，楚夭夭看到这个消息，心中不免有些失落。在他的想象中，我应该各方面都极其优秀。其他舍友则继续开始蛊惑楚夭夭，我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。如今我心宽体盘，如果让手机对面的人知道我体重3000多斤还不吓死？吞噬了2只巨兽之后，我体内的热量一股接着一股袭来，身上的力量增长还没有停止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：丁土风，体重3600斤，力量600点，体型550点，技能吞吸术，黑甲。我轻轻一叹，距离2000点还是有点远啊，先休息再说。吃饱就睡觉，也没有野兽敢来打扰我。就在我呼呼大睡之时，张英和父亲张大彪已经来到了霞光洞。和许多名山大川不同，霞光洞处在一座风景秀美的大山之上，这里原本是自然保护区，平时少有人前来。如今其他名山大川前拜师者众多，但霞光洞前还是比较清静的。张英看着眼前的场景，也感到心旷神怡，不由开口问道：爸，霞光洞就在这上面吗？张大彪说：是啊，以前哪知道京城的郊外还有这么一个山门。两人继续沿山路走着，不一会儿便看到了一座清幽的大殿。到了这里，终于看到了一些人，在这个小广场上，基本都是一些小年轻跟着自己的家长前来。张大彪脸上露出一丝兴奋之色，对身旁的张英说：你老爸没骗你吧？你看那边的人是不是感觉有些面熟？爸，那是华夏新闻部的发言人吧？经常在电视上看到。张大彪嘿嘿一笑道：闺女，在这里好好学习，说不定能给我找个乘龙快婿。张英眉头微皱说：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过来看一下，还要回去上班呢。张大彪面庞稍许凝重地说：闺女，爸感觉你这个班上不了多长时间了，你没看最近网上的消息吗？张英不由一怔，他也看到了最近网络上沸沸扬扬的讨论，只是他没想到父亲竟然也相信这些消息。张英坚定地说：能上几天就上几天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身穿青色道袍的年轻男子从大殿中走出，他轻轻开口，声音便已传遍整个广场，比喇叭还厉害。各位，家师正在招待3星洞的东华真人，劳烦大家跟随我直接前往东殿。家长在山下的旅馆休息。听到年轻道士的话，即便是广场上许多身份不凡的人，还是忍不住讨论起来。3星洞是什么门派？刘主任，你见多识广，听说过吗？一名戴着金丝眼镜、气质严肃的中年男人说：我正好听说过这个门派，听说他们的传承更加久远，选拔弟子的条件也更加苛刻。贸易部王部长家的2个小子就拜在了3星洞。一听说王部长家的后辈都拜在了3星洞，其他人纷纷感叹：3星洞果然不凡啊！可惜我没有门路。张大彪和张英也听到了这些讨论。闺女，我去山下了，你在里面好好修炼。听到父亲有些中二的话语，张英只能点了点头，心中不禁想到，难道真的可以修炼了？一群年轻人在道士的带领下，向着一处大殿走去。这些年轻人大都容貌俊美，脸上带着一丝傲气，尤其是走在最前方的几个。张英穿着朴素，在人群中不那么显眼，但每当年轻道士回头时，总会对他微微一笑。大部分人神经大条的往前走着，但还是有那么1、2个注意到。一位气质不俗的女生走到张英身旁，轻轻地说：你好啊。张英脸上露出微微诧异之色，连忙说：你好，我叫夏柔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认识前面的道长吗？张英摇了摇头。夏柔继续说：以后我们就是同门了，还要请你多多关照。两人说着便来到了山顶。山顶处的环境极其讲究，这里有一座依山靠着的大殿，环境也更加幽静。一群人刚刚站定，便有一名紫袍道士带着一个年轻人在霞光洞掌教的陪同下走了过来。紫袍道士微微一笑说：飞云真人，这就是你们这次招收的弟子吗？飞云真人轻笑道：是啊，不知道这些人之中有没有好苗子。上次京城之中一位领导将他的后辈塞过来，结果修炼了大半年，连引元镜的边都没有摸到。听到此话，东华真人旁边的年轻人脸上露出了傲然之色，心中不禁感叹：我王腾果然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天才啊！王腾自信的目光扫过众人，大殿前的众人心中纷纷大震。有几个年轻人小声讨论道：这人是谁？怎么如此嚣张？好像是王家的王腾，我曾在京城的夜店见过他一次，他坐在1号卡座上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王家子弟。飞云真人和东华真人站定，两人的目光从众多年轻人之中扫过。突然，两人的目光齐齐望向一个女子，那就是处在人群之中的张英。东华真人率先开口道：飞云真人，这女子衣着朴素，身上弥漫着一股自然之气，不知道你感觉到了吗？飞云真人眼中露出了一丝喜色，点头道：我们之所以将山门立于深山之中，便是因为这里气息澄净。这女子在俗世那么多年，身上的气息还如此纯净，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她身上应该具有灵根。东华真人说道：恭喜飞云真人啊，你我处在6品交感境多年，如果天地不解封，突破5品都是奢望，没想到竟然能够碰见具有灵根之人。虽说身上
上不具备灵根也能修炼，但是想要突破到传说之中的上3境几乎不可能。飞云真人点头称是。此刻他的心情极好。大殿前，2名德高望重的老者站在张英身前。飞云真人开口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是来拜师的吧？”这个场景让周围人大为震惊。张英有些受宠若惊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爸说我可以来山上当记名弟子。”飞云真人和东华真人皆是一愣。记名弟子？东华真人修身养性多年的内心甚至泛起了波澜。飞云真人心中一震，如此天才，要不是怕他突然接受不了，他甚至想当场收为亲传弟子，此刻只能徐徐图之。飞云真人慈眉善目地说：“姑娘，你爸收到的消息错了。今天上山是选拔正式弟子，不是记名弟子，只有没选拔上的才会成为记名弟子。我觉得你天赋不错，可以成为我霞光洞的正式弟子。”张英心中一急，想到村里还有很多事没做，连忙说：“道长爷爷，我这次是请假出来的，回去还要工作，恐怕不能成为正式弟子。”张英的回答让周围的年轻人心碎一地，他们家里费尽辛苦才争取到一个记名弟子的名额，眼前这女子竟然为了工作推掉正式弟子。飞云道长心中焦急，如此天才怎能放走？但表面云淡风轻，即便是正式弟子也可以接着回去工作，就当下山历练了。你想多会儿上山都可以，把这里当成家就好。说出这句话，飞云道长心中长叹：我霞光洞何时如此求过人？果然，张英脸上露出一丝喜色，他也不想辜负老爸的期待，问道：真的可以这样吗？那太好了。不远处，一个年轻人小声问身旁的年轻道士：道长，成了正式弟子也可以在外边生活吗？年轻道士脸上露出一丝严肃之色，道：不能。年轻人仰天长叹，心中哭喊：我不配了。终于将张英收下后，飞云真人心情大好。东华真人开口道：真人介意不说话。两人来到大殿外，东华真人说：我这次其实是来和你道别的，华夏前线压力很大，我要去前线了。飞云真人脸上露出一丝凝重之色，道：真人注意安全。东华真人又说：有人算出了天地初开就在1个月之后，而樱花国很可能已经扛不住了，崩溃就在这几天。一旦那只凶兽出手，樱花国会立刻崩溃。飞云真人目光严肃，谁也没想到天地间灵气最为充足的地方竟在大洋之上，那只怪物肯定是吞噬了某个天才地宝。如今华夏想要找出与其对抗之人还真不可能。东华真人轻轻一叹，那只怪物不仅可以吐出蓝色火焰，浑身上下还遍布青甲，体型超过50米，实力堪比上3境的顶峰，甚至更强。不仅如此，大洋那个地方的其他生物也极为强大。就此告别吧。在无尽的海岸线上，这里正发生激烈战斗。一位身穿军大衣的中年人看着前方一望无际的海岸线，脸上露出凝重神色。突然，一名士兵从外边走了进来，报告：3号区域发现了大量的水生物，其中有20头触角蜥蜴类种，海岸炮被摧毁了10门，击杀了5只触角蜥蜴。这些该死的虫子，伤亡情况如何？报告：普通士兵伤亡50人，其中陈大师受了重伤，刘上尉轻伤，释方丈独自一人斩杀了1只触角蜥蜴。好，知道了，严防死守。中年男人轻吐一口气，这里每天都在伤亡，他知道不久之后就要瞒不住了，只有培养出大量的高手才能抵御这些怪兽。不过最近伤亡越来越大，这里的情况很快就瞒不住了，樱花国已经撑不住了。想到这些，中年男人向基地的一处房屋走去。作为这个基地的长官，中年男人是少将军衔，他叫田蒙。田蒙来到一处房间内，里面正端坐着一位身穿布衫的大和尚，也就是这位大和尚凭借手中的禅杖，将近防炮都打不死的触角蜥蜴直接敲死了。田猛恭敬地开口：大师，您没有大碍吧？大和尚轻吐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，声如洪钟：我无大碍，就是最近这触角蜥蜴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如果没有人支援，我们这个基地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。田蒙连忙说：大师，上面已经发出了命令，3星洞的东华真人还有五台山的元寂正在往这里赶来，民间也有八卦门的一些弟子正在赶来。大和尚轻轻一叹：东华真人与洒家不相上下，元寂作为后辈，如今也处在这个境界。可惜我们都是这几年感受到了一丝灵气才达到这个境界。至于民间的八卦门也有些作用，但是他们修炼的时间还是太短了。田蒙心中一暗，他知道释方丈说的都是事实，难道没人能拯救我华夏了吗？田蒙心中感叹，华夏各个基地正在猛烈开火的时候，大岭森林深处，我正在呼呼大睡，2只小老虎也在我身边呼呼大睡。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它们的体型都比以前变大了不少，尤其是2只小老虎体长已经达到了1.5米，与2只小老虎相比，我的体型堪称庞然大物。如今我体长已经达到7米，高度更是达到了3米，妥妥的陆地坦克。我估计即便是碰见远古的恐龙，都能一下将其撞死。当然，我能长得这么迅速，都是因为这段时间在这片森林之中的捕猎成果。呼，我睁开了眼睛，我现在得有5000斤了吧？在南部区域的这段时间，我捕获了无数的大型动物，也碰见了这片区域的几个真正王者。那只猴子跑得真快啊！我碰见的最难缠的一只动物，就是一只体长超过3米的红毛猴子，甚至2只小老虎差点都被猴子撸去。除了那只讨厌的猴子之外，我还碰见了一只体长超过7米的庞大棕熊，体长达到5米的青狼，还有体长接近20米的庞大森蚺。这些动物的实力都极其恐怖，我估计自己不覆盖黑甲的话，想要战胜都不容易。那只黑色老虎在哪里呢？我不由想到，相比于这些体型庞大的动物，我反而觉得那只黑色老虎会是我真正的对手。今天加餐，我们先去把那只棕熊解决了。我招呼着2只小老虎向南部区域的一处山峰走去。那只棕熊的老巢就在山洞之中。不一会儿，一个漆黑又庞大的洞穴出现在我眼前。过去我曾经和这只棕熊交手过一次，那一次我的獠牙将棕熊的双掌刺伤了，而那只棕熊也差点将我拍翻。不过那一次我并没有使用黑甲，这一次我直接找到了棕熊的老巢。嗷呜嗷呜，2只小老虎躲在我身后已经开始叫嚣了。
突然，轰隆，洞穴之中传出了巨石滚落的声音，一只庞大的棕熊直立着从洞穴之中走了出来，身上凶悍的气息使得周围的动物早就逃之夭夭。这到底是吃什么长这么大的？我不禁感叹，虽然我和棕熊的体型相当，但它站起来显得比我威猛许多。吼吼吼！棕熊直接冲着我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，显然它也认出了我。没有废话，两个庞大的身形直接撞在了一起，轰！巨大的撞击声响彻森林。我的银色獠牙再一次划破了棕熊的皮肤，但棕熊也抵挡住了我的攻势。轰！又是一次巨大的相撞，这次棕熊直接被撞倒在地，但马上又从地面翻了起来。棕熊的巨掌也划破了我的皮肤，很明显我的防御力要远远超过棕熊，不能拖延了。这只棕熊防御力真变态，这么打下去得打一天。我心中一动，身上开始缓缓覆盖黑甲，瞬间空气之中多了一丝热浪。棕熊早已打红了眼，根本没感受到变化。我的全身被一层细密的黑甲慢慢覆盖，身上的力量也急剧增加。当黑甲覆盖完成的刹那，我能感受到力量增加了数倍，防御力更是恐怖。棕熊看着此时的我，眼神中露出一丝慌张。就在他想后退的时候，我的身形直接化作了一道黑色的洪流。轰！一声惊天巨响过后，棕熊的身体重重撞在石壁，胸前出现了一道2米长的伤口。棕熊从石壁落下来，在地面溅起一层灰尘，已经没了生命气息。嗷呜嗷呜！两只小老虎兴奋地跳了起来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棕熊的一只熊掌。你们两个等会再吃，去看看洞穴里面还有没有熊。呼噜噜！我带着2只小老虎直接进入了这个庞大的洞穴。嚯，这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啊！我不由感叹，洞穴很大，棕熊能完全站立其中。顺着洞穴不断往里走，我竟然发现了大量的花花草草，其中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果子，散发着清幽香气。我知道这绝对是好东西。那只7米高的棕熊作为这片森林的尾巴，还真是会挑好地方。终于，我到了洞穴最深处，这里温暖异常。地面之上有一个巨大的池子，里面流淌着一池金黄色的液体，好大的一池蜂蜜。这棕熊是不是把蜂王给杀了？我不禁怀疑。2只小老虎看着地上的一池蜂蜜，也望眼欲穿，嘴边已经开始哒哒哒流着口水。我不禁一阵怒斥：瞧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子，出了门别说是我的小弟。呼噜噜，2只小老虎缩了缩脖子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委屈，但还是忍不住偷看那一池蜂蜜。好了，去吃吧！2只小老虎兴奋地冲了过去。我则来到了洞穴之外，这个地方不错，可以当我的老巢，以后在这里安家也不错。我喃喃自语，这里的确不错。远处的小河清幽冷冽，丛林茂密幽静，也没有动物敢惹我。我难道就此躺平？不行，以后肯定还会出现更强大的动物，我要是打不过怎么办？天人交战瞬间，我想清楚了，还不到躺平的时候。撕拉，直接削下一只熊掌留给2个小弟。我开始吞噬棕熊，原本我的体重已在5000斤到6000斤之间，吞噬了这只棕熊之后，我估计自己或许能够到达万斤。呼，1刻之后，我已吞噬完成，体内无比庞大的热量时刻在洗刷着我的身体，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移动的火炉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决定回洞中睡觉。2只小老虎此时也叼着巨大的熊掌回到了洞中，洞外冷风呼啸，洞内却温馨异常。我喝了几口蜂蜜之后便沉沉睡去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的体型也在慢慢变大。洞中过了几日，我真的感觉到了什么是生活，这也太爽了！不行，今天必须找一个软柿子捏捏。我口中喃喃说道。这几天我的体型已经到了9米长，4米高，即便在整个南域也属于绝无仅有的庞大存在。就是不知道那头黑虎跑哪里去了。不行的话，我就挨个找，然后把所有野兽都扫荡一遍。我就不信找不到那只黑虎。我不由开始计划起来。轰隆，躺了几天的我又一次站了起来。这次我战意昂扬，走之前先刷一会儿手机吧。想到这里，我又坐了下来。自从上次告诉楚夭夭自己并没有拜师之后，他已经好几天没联系我了。我和往常一样开始刷着新闻，然而今天新闻上播报的消息却让我震惊不已。本台报道，樱花国海岸线被攻破，无数怪兽涌入了樱花国的城市之中，造成了巨大的杀戮。目前樱花国大量的难民逃离其他国家。本台报道，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樱花国现状，华夏国政府表示会对樱花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，同时警告樱花国不要将基于华夏的领土。最新报道，樱花国向美丽国请求援助，暂未得到任何回应。在新闻下方，众多网友的评论直接炸开了锅。什么情况？一觉醒来小日子就快不行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樱花国的海岸线到底是怎么被攻破的？面对众多网友的讨论，一个网友直接甩出了一张图片，只见一只9米长的巨蜥直接咬碎了一辆坦克。看到这张图片，众多网友都不由安静了瞬间，随后爆发了更激烈的讨论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哪个电影的特效吗？这特效还挺逼真的。刚刚发出照片的那位网友又说话了，各位，这不是特效，这就是樱花国的海岸线，怎么可能？这么大的怪兽竟然不是特效？面对这种怪兽跑都跑不了，楼上的你跑不了不代表我跑不了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在大学拜入了方寸山，如今已经修炼到了隐元境，想要从这只怪兽手中逃跑还是有一丝机会的。什么？真的能修炼？华夏官方知道已经瞒不了多久了，如今也在慢慢放开消息。看到众人的讨论，我忍不住也加入了其中，慢悠悠写道：这只怪兽扛不住我一击，滴滴滴。仅仅过了1秒钟，就有无数网友开始反驳：吹牛吧你！我师父是方寸山的掌门，一掌都拍不死这只怪兽，甚至都有可能和这只怪兽两败俱伤。就凭你，不要理会他，这个人肯定是疯了。楼上的，你把你师父的底裤露出来，他不会削你吗？放心，我师父不玩网络，再说他也不知道我是哪个。最近我师父可是收了3个弟子，2女1男。我看到这些评论，不禁洒脱一笑，哥们的强大超乎了你们的想象。刷了一些消息之后，我又变得紧迫了起来。那些蜥蜴的实力已经和巨熊相当了，自己还是赶快进化。如果能再进化一次，凭借着自己的技能，以后还是有一席之地的。与此同时，在北
北方的一个小山村之中，张英望着窗外的环境，露出了一丝不舍。这段时间内，村子里也变得人心惶惶，好多村民又是烧香又是拜佛。张英作为霞光洞的正式弟子，上级直接给他放假。父亲张大彪也不断催促着张英前往霞光洞修炼。眨眼间便已过了5日。一间清静的屋子里，张英盘膝而坐，一股无形的气流在他体内环绕。这就是引元镜吗？他口中轻轻说道。他能够感觉到体内的这股气流，可以支撑他做出一些原本做不到的动作，甚至突破身体的极限。咚咚咚，师妹，你在吗？师傅叫你。一个年轻道士在门外呼喊道。张英连忙回道：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大殿之内，飞云真人兴奋地说：这就突破了吗？张英如实回答道：突破了，师傅。好，为师正准备去前线，此刻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。师傅，去前线把我也带上吧，我可以帮您。胡闹，你刚刚突破，还没适应，去了前线连自保都做不到。飞云真人口中轻喝，但内心还是比较高兴的，自己这个徒弟天赋惊人，品行更是不错。张英不禁露出了一丝焦急之色。如今华夏官方公布的消息越来越多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在华夏的海岸线上，有着24座军事基地，抵御着无数的怪兽。很多民间团体都开始自发组织前去支援了。师傅，我感觉我突破的契机就在前方，你这次带着我去，说不定我就突破到8品铁皮境了，到时候就能帮上你忙了。真的吗？飞云真人也产生了一丝疑惑，难道身具灵根者有自己不知道的神异之处？最终在张英一顿请求加忽悠之下，飞云真人还是将他带上了，不过也和他约法3章，不得到处乱跑，不能随意出手，不能出了自己的视线之外。张英满口答应，心却早已飞到了前线。随着全球局势的紧张，华夏海岸线的战况牵动着所有人。王腾此时已经跟着师傅东华真人来到了华夏的其中一处军事基地内，这处基地处在南方，靠近海岸线。军事基地内有不少强者。此刻，王腾看着眼前庞大的巨蜥尸体，眼神都有些发颤。师傅，这么大巨蜥是怎么长的？我们要不回吧？东华真人呵斥一声：胡闹！战场岂是儿戏？这里每天都在死人，我们怎么能轻易撤退？王腾缩了缩脖子，修炼到铁皮境的高手风范荡然无存。基地的长官王云田走了出来，看到东华真人师徒2人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，说道：真人，你们来得太及时了，感谢你们对基地的支持。这位便是天资卓越的王腾吧？果然不凡。东华真人轻笑着点了点头。王腾心中立即生出了一股豪气。军事基地的一处作战厅内，东华真人连忙开口问道：最近情况怎么样？樱花国的近防炮和海军不是很强大吗？这么快就被击溃了？王云田脸上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道：最近形势越来越糟糕了，樱花国的军队也不错，但是这些怪兽最起码相当于我人类的下3境，还有不少体型超过10米的大蜥蜴，相当于中3境的各个境界。在这个区间之内，樱花国的近防炮和火炮已经威胁不到他们。不过我们最新研制的激光武器已经投入了战场，大大缓解了压力。如今就怕遇到怪兽之中的王者。听说那只蜥蜴王已经出现在了樱花国，这也是加速樱花国崩溃的原因。东华真人面色凝重地问道：那只蜥蜴王什么境界？王云田缓缓开口：相当于我人类的上3境最顶峰的存在，甚至更强。东华真人口中轻叹：如此强大的存在，他远远不是对手。王云田又开口：不过在海洋之中好像还有这只蜥蜴王忌惮的存在，所以这只蜥蜴王并没有贸然的攻击华夏，否则我华夏的基地早就被攻破了。东华真人沉稳说道：如今我们只有坚持，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希望。几人说着，外面进来了一位手持禅杖的大和尚，正是早已6品交赶进的释方丈。东华真人起身相迎：方丈别来无恙啊，那年在山上一别，我们也有15年没见了。是啊，没想到我们这些老骨头还有这发光发热的一天。看到此场景，将军王云田心中不禁有些感叹，同时他心中想到，那一天到来究竟会是什么场景？我本身连引元镜都没修炼到，天地初开，灵气复苏之后，我是否有机会修炼到引元镜？而在另一边，大岭森林的深处，我这段时间没有偷懒，一直勤勤恳恳地扫荡着系统，查看我的信息。丁处风，种类黑甲猪，体重11000斤，力量1100点，体型1000点，技能吞吸术黑甲。这片区域的凶兽都快被我杀光了，距离2000点的力量和体型还是有些距离啊。还有那个天地初开，最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，你们2个知道怎么回事吗？说着，我看向了身边2只体长超过2米的老虎。嗷呜嗷呜！我轻轻一叹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，你们肯定更加不知道。如今体型暴涨到11米的我，相当于森林南域的一大霸主，就连那只讨厌的红毛大猴子都不敢轻易调戏我。这里离海边不远了，我们去看看能不能碰见大蜥蜴。说着，我便带着2只老虎向着海边走去。军事基地建在海上的一座小岛上，一个身穿将袍的中年人看着眼前的雷达，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。雷达上面显示的正是南域森林之中一些动物的红外热成像。那只怪兽动了，那只怪兽是我们在陆地上发现的热量最高的怪兽，就连海中的触角蜥蜴都比不上。一名卫官说道：长官，我们是否调整炮火，瞄准这只怪兽？中年将官摇了摇头，说道：暂时不用。陆地上的这些庞然大物和海中的不一样，如果不惹怒他们很少主动攻击人类，这也是军区将我们驻扎在这里的原因。一方面是监察南域森林这些动物的动静，另一方面才是监察海中的那些怪兽。卫官又说道：长官，最近已经在海岸线上看到了2、3只触角蜥蜴了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不久之后或许就有大批触角蜥蜴出现在这里。中年将官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，发出指令：检查弹药，随时准备战斗。是。就在军事基地严阵以待的时候，我慢悠悠地在森林之中
走着，已经来到了海岸线上。呼呼呼，我闻了闻空气之中的气味，这里果然也有。3天后，我兴奋地看着远处体长超过9米的蜥蜴，与我蹲视的体型相比，这2只蜥蜴相当于细狗。嘶嘶嘶，2只庞大的蜥蜴看到我，并没有贸然进攻，而是在缓缓后退。它们能感觉到我极其不好惹，这还能让你们跑了？我鄙视地看了一眼2只细狗，庞大的体型犹如推土机一般，直接撞了过去。2只蜥蜴眼看跑不成了，也张牙舞爪地开始迎击。轰！只是刚刚接触的刹那，2只蜥蜴便直接被撞飞几10米远，身上坚毅的皮肤更被我的银色獠牙豁出了一个大口子。轰！我没有给喘息的机会，又是一个野蛮冲撞，直接将2只蜥蜴全部带走。这个场景被旁边的军事基地清晰捕捉到，基地的中年将官眼神中有着惊骇，还有一丝恐惧，让他们感到无比难缠的触角蜥蜴竟然被如此轻易解决了。中年将官忍不住问道：“这2只蜥蜴体长多少？相当于什么境界？”一位年轻的卫官回答：“根据雷达监测到的数据，这2只蜥蜴体长都达到了9.5米，相当于钢骨境的顶峰。但想要斩杀这种蜥蜴，只有6品交感境的存在才可以做到。”中年将官又问：“推算出那只野猪怪兽是什么境界了吗？”卫官慎重地回答：“那只怪兽并未使用全力，而且根据热量显示，它体内好像还蕴藏着恐怖的能量，无法推测其实力。”中年将官心中一叹：难道又是一只相当于蜥蜴王的存在吗？在军事基地的注视下，我拖着2只大蜥蜴回到了丛林之中的山洞里，开始吞食。2只蜥蜴缓缓进入我的肚子，这2只蜥蜴的能量还真不少啊！我不由感叹起来。我能感觉到体内有一股股热量流过，力量和体型也在缓缓增长，越来越强大的我不由看向了身边的2个小弟，口中忍不住呵斥道：“你们刚刚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！身为丛林之王，竟然被一只蜥蜴给吓住了。虽然那只蜥蜴长得比较大，但是你们俩可以一起上啊！”呼噜噜，嗷呜，2只老虎不敢反抗，不过也听懂了。随后我又说道：“以后就称呼你们虎1和虎2吧。”呼噜噜，2只老虎似懂非懂，我也不管其他，先安排上再说。对于自己的这2个小弟，我也打算好好培养一下，毕竟是百兽之王。那些9米长的蜥蜴挺唬人，但我估计这2只小老虎长到5米就可以轻松解决。马上就要天地初开了，这段时间我得多去海边走走，要是能多碰见一些蜥蜴，就能更快进化。系统查看我现在的属性：丁，触风，种类黑甲猪，体重12000斤，力量1200点，体型1100点，技能吞吸术黑甲。快了，只要再多杀几只蜥蜴，应该就能进化了。或许能够赶在天地初开前再进化一次。我心中不由想到，有了目标之后，我每天都会带着2个小弟前往海岸线上寻找触角蜥蜴。而立于海上小岛的海军基地这几天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的实力。基地将军刘达对着一名通讯兵问道：“他今天杀了几只蜥蜴？”报告，野猪王今天杀了4只触角蜥蜴，其中有1只超过10米的触角蜥蜴。按照华夏武者协会公布的境界，那只蜥蜴相当于我人类6品交感境的存在。不过到了这个境界，普遍是人类强大一些。刘达轻叹一声道：“谁能想到，在恐怖的森林深处还有如此恐怖的巨兽？”军区对这只野猪王也极其重视，将其列为了最高机密之一。如果能够收获这只野猪王的好感，为我们所用就好了。旁边一名副官开口道：“长官，要不我们尝试接触一下这只野猪王？我觉得这只野猪王和其他怪兽不同，不仅收养了2只老虎，还专门猎杀触角蜥蜴。”刘达摇了摇头：“还不到时候。这只野猪王肯定要接触，但不是现在。能够驱使2只小老虎，这只野猪王肯定有秘密。”海岸边上，我早已注视到了远处的基地，不过并没有在意。如今我的实力，即便是飞机坦克也奈何不了。拖着自己的战利品，我又返回到了山洞之中，做一下总结。今天你们俩做得不错，最起码没有逃跑，虽然还破不了防，但是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吃饭吧。说完，我将几只庞大的蜥蜴吸入了口中。快了，我身上的热气翻腾，如今只要靠近我就能感受到一股明显的热浪。眨眼间又过了几天，这几天我每天都会前往海岸边上寻找蜥蜴，但是触角蜥蜴却越来越少了。不过我也到了进化的边缘。这天我在刷消息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一个震撼的消息。本台报道，第23前进基地被触角蜥蜴攻破，其中9华山掌门刘真人战死，同时还有大量的民间义士战死。稍后我们会将名单公布出来，这些人都是我华夏的英雄。本台报道，目前全球国门还没有被攻破的只剩下华夏和美丽国，人类终将胜利。又被攻破了一个基地，我心中也有些动容。随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图片，出现了一只体长超过15米的触角蜥蜴，带领着超过20只体长超过10米的触角蜥蜴才将华夏的基地攻破。可惜了，我有些感慨。就在这时，我又收到了一条消息，许久没和我聊天的楚夭夭发来的：“你拜师了吗？要是还没拜师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下我的师傅。”楚夭夭说道。我心中一暖，这个女孩子还是比较善良的。我还没拜师，不过我不用拜师，我的实力其实挺强的。紫霞派之中，楚夭夭看到这个消息，神情一暗。这时，一位身穿长袍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，看到楚夭夭的神情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师妹，怎么了？你的那个朋友怎么说？”楚夭夭连忙说道：“师兄，我那个朋友暂时不想上山。”身穿长袍的年轻男子脸上露出一丝轻蔑之色道：“师妹，你那个朋友有些不识好歹了。如今想要拜入我们紫霞派的人成千上万，你一入门派就突破到了尹元敬师傅才会给你一些照顾，切不可让这些不识好歹的朋友耽误了。”楚夭夭心中一阵难受，如今他已经是9品尹元敬的武者，感受着身体之上从未有过的力量。即便是楚风是丛林探险家，也显得稀松平常了，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了。年轻男子又说道：“师妹，天地初开，灵气复苏在即，我们紫霞派位于森林旁边的山上，师傅怕有什么变故，我们赶快去大殿吧。”楚夭夭脸色凝重地说道：“好。”而在华夏的其他地方，一些势力也在暗暗准备着。
五台山上，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轻轻摸了一下身前小和尚的额头，说道：“圆满，你天赋出众，已经修炼到了7品钢骨境。天地初开的那一刹那，定要细细感悟。凭借着那一丝契机，或许有机会突破到6品交感境。”一个眉清目秀、佛性惊人的小和尚说道：“师傅，我知道了。”老和尚轻轻一叹，说道：“世人只知道天地初开，灵气复苏，殊不知天地初开才是大劫的开始。”华夏南方靠海的一座庞大的军事基地之中，张英说道：“师傅，我到达铁皮境了。”飞云真人脸上露出了浓郁的喜色。不错，铁皮境灵气流于身体皮肤之上，防御力大增，面对一般的怪兽就拥有了保命能力。不过还需要继续努力。张英心中不禁提起了一口气，他还要努力修炼。外界在火热修炼，而我每天还是比较悠闲的。这一天，我照常带着2个小弟在海岸线上溜达一圈。突然，我感受到一股庞大的力量从大地上升起，空气之中各种气流交织在一起，天空之上太阳洒下的光芒也变得一跳一跳的。天地初开，灵气复苏，我马上想到了这个词。整个大地仿佛被一股灰蒙蒙的气流笼罩着，我体内的吞吸术竟然不自觉地开始运转起来，周围无数的灵气直接被我吸入体内。过去这几日，我在海岸线上捕获了10几只触角蜥蜴，早就处在进化的边缘了，力量和体型都接近2000，体重更是达到了19000斤。如今这临门一脚在天地初开的刹那直接被踢破，身旁的2只小老虎仿佛也感受到了什么，它们待在我身边，身形也在缓缓变化。这场灵气风暴持续了3天3夜，全球的电力和通讯直接中断了3天。3天后，呼噜，大岭森林的一处山洞之中，2只体长超过5米的老虎正趴在一只体长超过15米的庞然大物身前睡觉。阿切！我打了一个喷嚏，直接从睡梦中醒来，抖了抖身上的灰尘，缓缓从地面上站了起来。如今我身高已经超过了6米，体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5米，全身上下原本各个关键部位的黑甲竟然变成了金色，在阳光照射下，我身上散发着一丝金光。这就是天地初开，灵气复苏吗？我不由感叹道。我能在空气之中清晰地感受到那一丝灵气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：楚风，种类金甲猪，体重25000斤，力量2500点，体型2400点，技能吞吸术金甲，琉璃火吐息。果然，自己的黑甲直接进阶成金甲了。这琉璃火应该威力不小吧？我忍住了使用琉璃火的冲动，打开了手机，静默了3天的网友，如今早就憋不住了，纷纷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消息和所见所闻。一位名叫一叶知秋的网友说：“我们家被树给埋了，幸亏我们全家4个人有2个人没有受伤，力气大了很多，才把我从树下救上来。就连我们家的狗体型也大了1圈，只有我没什么变化。”下方的网友回复道：“老哥，你这天赋不行啊。”还有的网友回复道：“老哥，你家狗看你的眼神有没有变？”一叶知秋连忙回复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感觉好像是变了一些。”插播一条紧急消息：城市居民请远离动物园、水族馆这些地方，没事不要上街，居家做好安全保护。这条新闻让众多网友一阵惊醒，众人纷纷忍不住问之前那个网友：“兄弟，你刚才说狗，难道你家的狗咬人了吗？”过了片刻，那位网友回复道：“不是我家狗咬人了，是我邻居家的狗把它给吃了。他养的是一只烈性犬，现在那只狗已经长到了2米多，都跑到街上去了。”什么？那大街上也危险了吧？我老婆还说今天要逛街，我不让她去，她还非要去，她真是找死啊！兄弟，好好劝劝你老婆。新闻都提醒要注意。对，我家院子里的树已经长到了街上，根本不适合出门。网上讨论的风声四起，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事情，那就是现在这个环境不安全，天地初开，各种动物变异，还有各种植物疯狂生长。看着众多网友的讨论，我不由得看了看身边的2个小弟，2米长的狗子，够你们吃一顿吗？嗷呜，很明显吃不饱。不过在天地初开的环境之中，人类也获得了巨大的好处。9品引元境过去对人类来说就是高手，如今已经有很多人修炼到了这个境界，是时候出去走走了。我照例带着2只老虎前往海岸线，如今这里仿佛是我的后花园。然而刚接近海岸线，便听到一声声炸裂的炮火。轰！远处小岛上的军事基地在疯狂开火，无数大口径的炮管烫得赤红。但面对如此猛烈的炮火，对面的一群生物伤亡微乎其微。那是一群庞大的蜥蜴，足足有10几只，为首的那只体长达到了惊人的20米。基地之内，刘达面色凝重，如今他身上散发着9品引元境的气息，因为天地初开，灵气复苏，他的手下多出了5名8品铁皮境，2名7品钢骨境。然而面对这些庞大的蜥蜴，如今却朝不保夕。一个副官紧急跑到刘达身边，报告：触角蜥蜴距离基地不足100米了，炮火的威力大大受限。刘达目光沉静地说道：“所有人上刺刀，准备肉搏，让刘忠孝几人准备好，一会儿就靠他们了。”副官神情悲愤：“是。”就在基地即将崩溃的时候，撕拉，一道圆形的铁盘直接从远处飞来，斩向了一只15米长的蜥蜴，在他的脖颈处斩出了一个庞大伤口。苦大师出现了！一群士兵兴奋地喊着。紧接着，一个身穿粗布灰衣的僧人直接从天空跳下，其身上散发着一股莫名的气势，逼得身边的几只触角蜥蜴节节后退。基地的长官刘达兴奋地来到那位僧人身边，开口道：“苦大师，你突破了吗？”布衣僧人点了点头，但还是神色凝重地看着前方的触角蜥蜴。我本想上前，此刻却停了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如此强大的人类。果然，那只为首的20米长的巨蜥也看向了苦大师。嘎吱，巨蜥庞大的身形踩得地面上的树木作响。突然，这庞大的触角蜥蜴以一种奇怪的角度冲向了苦大师。苦大师手中刚刚收回的一只圆形金箔马上又化作一道金色残影，直接斩向巨蜥。
撕拉！然而这只巨蜥却以一种奇怪的角度躲了过去，随后庞大的身形直接撞向了苦大师。苦大师原地向后跳出10几米的高度，企图躲过这一击，但他显然低估了这只巨蜥的战斗力。巨蜥的尾巴直接化作了一道残影，拍向了苦大师。咚！苦大师的身体直接被拍飞几十米，重重摔在地面上。刘达和几个士兵连忙前去营救，这时基地的防线也全部崩溃，10几只蜥蜴远远不是他们能解决的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基地旁边的海中突然开始剧烈翻滚，所有的蜥蜴都有些不安地看着海面之下，就连领头的那只20米长的巨大蜥蜴也在缓缓后退，他们感受到了一丝恐惧。此时，刘达旁边的苦大师醒了，他口中喃喃说道：“能让海水沸腾，水下如果是一只怪兽的话，那么其实力绝对达到了恐怖的层面。”他刚说完，一道庞大的金色身影直接从水面之下冲出，正是我。周围的所有士兵都震惊地看着我，庞大的身形使得20米长的巨蜥在我面前都显得有些瘦弱。一名士兵忍不住开口说：“我怎么看着有些像年画里面的瑞兽呢？”旁边几名士兵点了点头，真的很像瑞兽，不像那些蜥蜴那么丑陋。当我出现的刹那，周围空气的温度都在不断升高，最为明显的便是刚刚嚣张不可一世的触角蜥蜴正在缓缓后退。我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杀意，这些虫子真是丑陋啊！不过马上就化作自己的力量。基地之上，在所有士兵震惊的目光注视下，我直接划过了一道金色的残影，犹如推土机一般撞向了最大的那只触角蜥蜴。所有人纷纷大喊：“轰！”一阵惊天巨响之后，两个庞然大物相撞，庞大的触角蜥蜴在我的撞击之下，脑袋直接破开了一个大洞，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便轰然倒地。其他几只蜥蜴吓得落荒而逃，但我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？身影再次化作一道金色的残影，剩余的10几只蜥蜴还没有跑多远，就全部被我斩下。地面之上到处都是蜥蜴的尸体，基地的士兵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不远处的刘达看到这个场景，缓缓从地面上站了起来，他已经认出了我就是丛林之中的那只野猪王。刘达小心翼翼地上前，口中慢慢说道：“野猪王大人，感谢您拯救了这个基地。”对于刘达的示好，我并没有理会，我缓缓抬起了右脚，指了指地面之上蜥蜴的尸体，随后又指了指远处的丛林。刘达眼神之中露出了兴奋的神色，连忙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安排人送到您的洞府。”随后我便直接跃入了海中，消失在众人眼前。刘达还没有从刚刚的兴奋之中缓过来，只见他口中喃喃说道：“真的是瑞兽，天佑我华夏，我华夏有救了。”回到洞穴之中，我舒舒服服睡了一觉，醒来发现刘达已经将10几只触角巨蜥的尸体送了过来，并且还派人将洞外的垃圾打扫了一下。我不禁感叹，刘达不愧是一个基地的长官，考虑事情还挺周到。起床了，去吃肉了。我把自己的2个小弟叫上，来到了洞外。这次我直接将一整只体长超过9米的蜥蜴给了虎1和虎2，同时刘达还留下了一些军事基地整理的凶兽信息。我心中一喜，这目前正是自己急需的东西。我看着地面之上的图片和文字，口中喃喃念叨：怪兽等级分为兽兵、兽将、领主级以及传说之中的王级。同等级怪兽一般强于人类，兽兵对应着人类的下3境，兽将对应着人类的中3境，领主级怪兽对应着人类的上3境。至于传说之中的王级怪兽，目前还无从记载。原来10米长的触角巨蜥就相当于人类的7品钢骨境。我不禁感叹，信息之上最吸引我的还是关于领主级怪兽的信息。只见上面写着：天地初开前一共发现了5只领主级怪兽，其中以蜥蜴王的体型最为庞大，已经接近了60米，处在领主级怪兽圆满。领主级怪兽不再只依靠身体的力量，蜥蜴王会使用蓝岩吐息，威力巨大。你们2个过来。看完这些信息，我不由召唤起了自己的2个小弟。你们俩目前只相当于高级兽兵，知道吗？我堂堂野猪王最起码也要统领2个兽将，赶快去多吃点。呼噜噜，随着虎1和虎2的体型越来越大，他们的理解能力也更强了。2兄弟低眉顺眼的吼了一声，便去吃那只9米长的巨蜥了。我轻轻一笑道：别不服，这只触角巨蜥在外边可是能卖出天价的。吞噬！我毫不客气地将价值上亿的这些触角巨蜥全部吞入了口中。叮，力量加50，叮，体型加50，叮，力量加200。我心中一动，不愧是兽将级别怪兽，直接给自己加了200的力量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：叮，楚风，种类金甲猪，体重3万斤，力量3000点，体型2900点，技能吞吸术、金甲术、琉璃火土息。我发现自己体长达到15米之后好像不会增加了，不过我如今的外形实在是太拉风了，和那些丑陋的蜥蜴不同，一看就实力不俗。系统，我还有多少进化？叮，体重达到10万斤，力量和体型达到1万点，可以进化。我不由想骂娘，一只兽将级别的怪兽才能增加200点力量，系统这是让自己大杀特杀啊！或许领主级的怪兽才能帮助自己快速进化。我心中不由想到，如今2次进化之后有多强，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我本能的感觉到，即便是面对蜥蜴王，自己也有一战之力，哪里有领主级怪兽呢？我不由打开了手机，如今华夏各个平台之上已经吵上天了，某音平台之上出现了大量怪兽掠杀人类的视频，所有人都待在家中不敢出门。此时在武士的一处豪华别墅之中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正在手机上发布着信息，本人是武士第3富豪王谦，现在招募20名保镖，每名保镖月薪3万，9品引援境之上的武者价格另谈。这个消息一经发出，便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
武士离我不远，我以前每个月只能挣3000，月薪3万，我都想去试试了。兄弟，你胆子真大，我支持你。不知道有没有9品引元境的武者去？兄弟，你在想啥呢？如今虽然突破到引元境比过去简单了一些，但那也是百中无一。这些人肯定都去为国家效力了，哪里有功夫理会一个富豪？从网上的信息中，我知道了如今能够入品的武者还是极其珍贵的。就在这时，本台发布消息，集市出现了一只7米长的狮子。根据华夏官方的实力评定，这只狮子已经达到了兽将初级，请集市的居民做好防护，军队已经前往。我微微一愣，集市好像离自己不远啊，咱们也要去城市闯闯了。我招呼着虎一和虎二，沿着丛林向着外边走去。海面上的基地之中，一个士兵连忙跑到了刘达的身前，报告：野猪王已经离开了大岭森林南域，向着外边走去。刘达神情凝重道：连野猪王都要出去了吗？如今的人类城市比我们这里还要危险啊！旁边一名副官说道：长官，野猪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难道可以和那几位领主级怪兽相比吗？刘达微微沉吟之后说道：我将野猪王的视频上传到了华夏的武者协会，他们推断野猪王最起码是领主高级的怪兽，并且智慧极高，以此推断野猪王的血脉也极其不凡。我带着自己的2个小弟一步步向着集市走去。很久没有出南域，我发现外边的各种野兽都变大了很多，可以称得上怪兽了。蚊子再小也是肉。如今兽兵级怪兽增加的力量和体型越来越小了。我就这样骂骂咧咧地走着，刚刚走出森林，我便听到了密集的炮火声在城市之中响起。我瞩目远眺，一只身长达到7米的狮子正在坦克群之中跳跃。每当它跳起落下的时候，就有一辆坦克直接冒烟了。轰！又是一辆坦克直接被这只狮子给拍冒烟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3个人从后方的一辆吉普上直接跳下，他们手中没有拿枪，而是拿着长刀和长棍，身上的气势不俗，直面这只兽将级别的狮子竟然毫不胆怯。这3人正是华夏武者协会派出的3名武者，其中2人已经是6品交感境了，还有一名女子身上的气势赫然达到了7品刚武境。那名女子面庞清秀，此时她开口说道：师兄，这只狮子怪兽智慧好像不低，不好对付了。旁边拿着长棍的那名武者回答道：这是从集市动物园跑出来的狮王，按理说他身旁应该还有几个兽兵级别的小弟，一会儿动手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小心一些。另外2人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。迟则生变，出手。为首的那名手拿长刀的6品交感境武者率先出手，只见他直接挑起了10几米高，手中的长刀化作了一道银芒，直接劈向了那只大狮子。然而那只狮子却更加的灵活，只见他直接跳起来，右掌毫不胆怯地拍向了长刀。当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，长刀仿佛是劈在了金属之上，那名6品交感境的武者更是被巨大的力量直接震飞。剩余的2名武者见此情景，纷纷出手，他们手中的长棍和长刀全力向着狮子砸去。然而狮子不仅轻松地躲过，还反手一掌，直接将2人震飞。那名7品刚古境的清秀女子嘴角已经开始流血。就在他们没看到的地方，此时我已经带着2只小老虎来到了城市之中。2只老虎正在和10几只4、5米长的狮子战斗。虽然这些狮子数量不少，但是虎一和虎二2兄弟却稳稳地占着上风。我看着远处的狮子，不由得感叹，这些狮子还真不简单，智慧还挺高。不到片刻的时间，10几只狮子就被虎一和虎二斩杀大半。不一会儿，街上已经躺了10几只狮子的尸体。虎一和虎二2兄弟也开始大快朵颐。另一边街道之上，3名武者和狮子还在激烈的战斗。坦克之内，一个中年男人眉头紧皱：长官，我们要不瞄准狮子轰上几炮，给武者协会的这几位助理？中年男人摇头道：不行，这样也会影响武者协会的几位大人。热武器对武者的威胁比怪兽要大很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要防备剩余的狮子。集市动物园之中可是有10几只狮子的，如今我们只看到一个狮王，剩下的说不定正在某些地方埋伏着。就在这时，狮王猛然间发出了一声怒吼，嗷呜！3名武者纷纷后退，清秀女子撤退不及，直接被一掌拍断了长剑，倒在了地上。狮王疑惑地看着周围，刚刚他是在召唤自己的同族，然而却没有一只狮子出来。剩余的2名6品交感境也极其的紧张，想到周围还有很多狮子埋伏着，几人心中已经有了退意。狮王见自己的同伴并没有出现，也没有着急，眼前的3个人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突然，地面之上发出了轻微的震动，咚咚，一只全身上下环绕着金甲、红色的毛发犹如烧着火焰般的神秘怪兽出现在了场中，在其身后还跟着2只5米长的老虎。狮王本能感觉到了危险，和我的体型相比，狮王的体型显得极其瘦小。当然，更重要的还是气势上的对比。当我出现的那瞬间，周围空气的温度都有些升高，而我看见这只狮王，忍不住心中一喜，果然是兽将级别的存在。就连我身旁的虎一和虎二跃跃欲试，想要和这只狮王一较高下。吼！狮王朝着我低吼着，身形却在缓缓后退。周围的3名武者还有一群士兵眼神之中露出了震撼的神情。毫无疑问，新出现的这几只怪兽要更加强大。2名6品交感境的武者也带着受伤的师妹缓缓后退。其中一人开口说道：师兄，新出现的这只怪兽是野猪吗？为什么看着如此的神异？略为成熟的男人开口道：师傅说过，天地初开会出现很多异种，他们身上拥有着最纯粹的血脉，就像是拥有灵根的人类一样，都是最强大的存在。很明显，眼前这只怪兽很可能就是一种，而且实力极为强大。师兄，那这只怪兽也是兽将级的吗？不，这只怪兽远远超过了兽将级怪兽的界限，我甚至感觉一般的领主级怪兽都不是其对手。师兄，真的有如此强大吗？领主级怪兽才出现几个，我们华夏如今上3境的存在都没有几个。传闻霞光洞的张英师妹就身具灵根，如今天地初开竟然直接修炼到了5品开阳境，被我华夏所有山门保护。这种存在不是我们按常理能够揣摩的。
两人边说边退，眨眼间已经退出了战场。我看着缓缓后退的狮王也没有在意，直接对着身旁的虎一和虎二说道：“你们俩先去练练手。”虎一和虎二立马兴奋起来，猛地从我的身后跳出，一前一后包围了狮王。7米长的狮王头颅尤为巨大，看到2只兽兵级的老虎竟敢包围自己，率先发起了攻击后，庞大的利爪直接拍向了虎一。然而虎一这么长时间一直跟在我的身边混，面对兽将级的狮子显得也很从容，直接向后一跳便躲过了这次攻击。3个庞然大物在疯狂战斗，周围尘土飞扬，一旁的人类武者也看得大开眼界。其中那名6品交感境的武者忍不住感叹道：“这些怪兽的防御力真是让人羡慕啊！我人类何时能有这样的防御力？”旁边的那名交感境武者开口说道：“师傅不是说5品开阳境我们的实力会有很大的提升，可将灵气转变成一丝阳气温暖全身，并且提升攻击力，到时候面对这些怪兽就不至于只能自保了。如果到了4品真合境，那么体内会有灵气储存，实力还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，真羡慕身具灵根之人。”眨眼间便已经接近4品真合境了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虎一和虎二与兽将级狮王疯狂肉搏。我发现这兄弟俩一时半会儿分不出胜负，你们俩退下吧，看我的！我不由喊道。虎一和虎二听到命令，只能心有不甘地脱离战场。狮王目光之中露出了紧张的神色，面对他的小心翼翼，我显得随意很多。轰！突然一个加速，一道散发着金光的洪流便直接撞向了狮王。咚！狮王连反抗都做不到，便被我一击带走，身体被撞飞10几米高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周围所有人类目瞪口呆。下一刻，坦克盖子打开，中年团长齐国豹走了出去。团长不能出去了，外边危险。一位士兵提醒道。齐国豹却坚定地走了出去。击败狮王之后，我并没有着急吞噬。如今我有足够实力猎杀兽将，但对帮助巨大的还是领主级妖兽，这需要和华夏官方合作。撕拉！我的獠牙银光一闪，一颗巨大的狮头便落在了齐国豹脚下。齐国豹眼神一正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的举动。我相信这个军人能明白我的意思，一颗狮头提升不了多少实力，却可以和华夏做一些交易。哗啦啦！一名士兵从坦克中走出，看着团长脚下的狮头，心中也有一丝难以置信。下一刻，团长齐国豹原地立正，咔嚓向我行了一个军礼，随后他身后的士兵咔嚓咔嚓全部向我行礼。我斩杀了狮王，无异于解救了集市上百万老百姓。面对这些军人，我缓缓点了点头。这个举动直接点燃了现场所有人的内心。3名武者忍不住震撼地说道：“这真的是圣兽吧？”虎一和虎二跟在我身边也有些骄傲。接下来我指了指齐国豹身后的地图，他脸上露出凝重神色，最终还是将地图给了我。地图上面清晰标注了如今华夏的局势，还有各个地区的压力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随后我便拖着狮王的尸体离开了。从齐国豹那里得到的消息，不由使我心中带着一丝凝重。如今华夏压力巨大，海面之上隐藏着数以亿计的怪兽，正虎视眈眈盯着海岸线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穿越集市，沿途又顺手解决了一些兽兵级别的怪兽。此时，手机上还在不断接收各地的信息。这几天手机各大软件上的网友已经安静了许多，他们真正感受到了灵气复苏的可怕。蓝城据点已经成立，军队没有到达之前，大家可以自发前往据点避难。目前蓝城发现兽兵级怪兽5300只，兽将级怪兽50只，军队已经没有足够的火力压制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不由感叹这已相当于末世。最新消息，青城山派出了300道士下山出关，其中有50名铁皮境、20名钢骨境以及5名交感境、2名开阳境，其中年龄最大的道士已经90岁，可谓是道士下山保家卫国。青城山掌门说，待到天下太平，人间盛世就回，回不来就不回。看到这个消息，我心中升起了一丝敬意。我也有着自己的计划，那就是前往南方海岸，在那里完成下一次进化。沿途碰见伤人的怪兽全部斩杀。我穿过集市，走了上百里，便来到了下个城市清平市。如今整个清平市的街道之上却了无人烟，偶尔几声恐怖的叫声从某个街道之上传来。我心中一动，发现清平市的情况更惨，整个城市电力系统已经崩溃，基本上处在了和外界隔绝的状态。城市之中的怪兽数量绝对不少。哒哒哒，我带着2个小弟迈步走在城市宽阔的街道之上，不时的从窗户之中看到一双惊恐的眼睛。不一会儿就碰见了好几只兽兵级的怪兽，大部分都是虎一和虎二解决的。突然，我停了下来，呼呼，鼻子极其灵敏的我闻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。兽将就在前面，前方是一所大学吧，好像叫清平大学。我看到了前方有大量的人群，但此刻的境况却不太好。在距离不到1000米的大学之内，一大群人集中在破旧的体育馆之中，全身瑟瑟发抖。他们对面是一只体型极其庞大的怪兽，正带着几十只怪兽疯狂地撞击着体育馆的大门。很多大学生不由得发出了惊恐的喊声。在人群之中，一个长相美丽的女大学生惊恐地说道：“王妮妮刚刚出去上厕所了，还没回来，我要出去找她。”旁边几个男同学连忙劝道：“刘雪不要出去了，现在外边全部都是怪兽，出去就回不来了。”是啊，现在也不能开门，一开门怪兽就会冲进来。刘雪此时已经被吓得有些失态了，但是她还是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可是王妮妮是我们的同学，我们要想办法救她啊！”说着，刘雪已经擅作主张向着大门走去。然而，一位老师直接走了过来，开口呵斥道：“刘雪，不要胡闹，你不想活了，不要带上其他人。要不是学校里有几位同学突破到了8品铁皮境，我们早就倒在这些怪兽的口中了。”
面对老师的斥责，刘雪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说道：“老师，难道我们就看着王妮妮死在外边的怪兽口中吗？”老师呵斥道：“刚刚我们都劝她不要出去，就在场馆内的厕所就行，是她嫌弃场馆内的厕所脏，非要出去。现在怪兽来了，我们不能为了她一个人放弃其他同学。”刘雪眼神之中透露着不服，一时之间也安静了下来。她来到一个男同学面前说道：“王军，你过去不是一直对我有好感吗？只要你去将铁门打开，和我一起冲出去救王妮妮，我就答应你。我实在没办法看着王妮妮一个人死在外边，虽然我知道我的想法有些自私，但是希望你能理解我。”名叫王军的同学是一名彪形大汉，此时他脸上露出了一副看傻子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刘雪，你疯了吧？现在外边全是怪兽，你让我出去送死吗？要去你自己去，不过我警告你，还是不要去了，否则我会告诉老师的。那个铁门可是好几名突破到8品铁皮境的同学辛辛苦苦才堵上的。”刘雪眼看受挫，口中色厉内荏的说道：“王军，你真没同情心，算我看错你了。”随后，刘雪又在同学之中问着，终于她来到了一名小个子戴眼镜的同学身边，说道：“王小武，每天早上我桌子上的早餐是你送的吧？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喜欢我，只要你能陪我出去将王妮妮救回来，我就答应你。”王小武脸上一喜，说道：“小雪，真的吗？你真善良。”刘雪眼神一动，内心的虚荣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就在两人悄悄密谋的时候，几名老师还有几名气息不俗的学生聚在一起，眉头紧皱。一个全身肌肉隆起、脸上有些老成的学生说道：“老师，我刚刚趴在窗户上看了下，外边的兽兵及怪兽越来越多了，我们几个只有8品铁皮境，自保都不一定能做到，更照顾不了身后的这群同学。”一位头发稍许花白的老师微微沉思，随后说道：“我们已经向上报告了，如果那名兽将级怪兽不出手的话，我们最起码还能坚持1天的时间，到时候或许就有人来支援了。大家不要灰心。”几名同学也只能点了点头。就在所有人静静地躺在地上休息的时候，两个身影悄悄地来到了铁门之前。王小武小声道：“杨雪，我们这样不好吧？”其他同学都没有人出去。杨雪眼神之中带着恨意地说道：“我早就受够了待在这个体育馆，又不能洗澡，还要在这里挨饿。外边的怪兽是多，但是我们小心点，肯定没问题。”王小武点了点头：“小雪，我听你的。”两人将挡在铁门前的一些桌椅轻轻地移开，随后将铁门之上的一个大锁链轻轻解开，哗啦，铁门被轻轻地打开。此时外边的怪兽并没有发现两人。哗啦，又是一声清脆的响声，铁门已被完全打开。在地面上躺着的杨泉突然睁开了眼睛。作为8品铁皮境的武者，杨泉心中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恐惧感，他连忙起身向着铁门望去。他缓缓向后退去，没有通知任何人。就在杨血和王小武两人还在沾沾自喜的时候，一双闪烁着红光的眼睛突然出现在了铁门之外。这是一只野狗，灵气复苏之后直接长到了3米长。这一声吼叫直接惊醒了体育馆之内的所有人。几名武者率先醒来，随后几名老师连忙从办公室出来。发生了什么？又有怪兽撞门了吗？怎么感觉到这道声音这么清楚，就像在我耳边响起一样？你们快看，门开了！当众人看向铁门的时候，震惊的发现铁门已经被打开。救命！铁门之外发出了2声惨叫，随后一条粗壮的下肢便顶开了铁门。一只体长3米的野狗怪兽站在了门口处。看到这只野狗，体育馆内的所有同学都发出了哭爹喊娘的声音。几名突破到8品武者的同学缓缓后退。这时候，一些眼尖的同学已经发现了杨雪并不在体育馆内。王军喊道：“杨雪不在！”旁边的一些同学此时愤怒地说道：“太可恶了！杨雪已经出去了，明明说了不让她出去，她还出去。”还有一个无脑的王小武也是傻傻地跟着杨雪出去了。就在众人愤恨讨论的时候，又有一只怪兽出现在了铁门之外，2只、3只，怪兽越来越多。咚！就在这时，震动地面的声音传来，一只体型达到10米、浑身长满尖刺的怪兽出现在了铁门之外。一个女生眼尖看着这只怪兽，连忙喊道：“这好像是女生宿舍以前丢弃的一只宠物刺猬，养了几天新鲜感过去了，就丢到了校园的树林里了。什么？这也太随意了吧！”当这只兽将级别的怪兽出现后，所有的怪兽仿佛有了主心骨一般，缓缓向着大群学生靠近。撕拉！兽将级怪兽一声令下，所有的怪兽便疯狂冲向了人群。快跑啊！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所有的大学生都四散而逃，根本没有人前去抵抗那些怪兽。最快的还是杨泉，当铁门被那只野狗怪兽撞开的时候，他就跳窗逃跑了。然而，当杨泉跑到体育馆外边的时候，却看到了令他恐怖的一幕：一只体长达15米的恐怖红毛金甲野猪，带着2只体长5米的东北虎，正悠哉悠哉地走在校园之中。偶尔碰见一些低级兽兵，便会被2只老虎一爪子带走。杨泉此时有一种仰天长叹的冲动。刚出狼穴又入虎巢，然而这几只看似不凡的怪兽并没有冲上来将他撕碎，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之后，便向着体育馆走去。我带着虎1和虎2已斩杀了10几只兽兵，但这些都不是我真正的目标。咚咚咚！当我来到体育馆门口的时候，一只庞大的怪兽缓缓回头，它的全身布满尖刺，每根都有3到5米的长度。虎1和虎2看着眼前这只庞大的刺猬，口中发出了威胁的吼声，却不敢轻易上前。这只兽将级别的刺猬也不敢轻易向我发动攻击，它身上的全部尖刺竖立起来，正好可以试试琉璃火土系。我心中一动，我站在原地不动。刺猬兽将仿佛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危险。体育馆内的很多大学生已经死在了兽兵的爪下，不过虎1和虎2两兄弟已经冲进了体育馆内。那些野狗野猫进化出来的怪兽根本不是两兄弟的对手。仅剩的几名大学生惊恐地看着虎1和虎2在体育馆内大杀特杀。这时我微微张口，一道道气流出现在了整个清平大学之中，这些气流都是灵气汇聚而成，如同龙卷风一般全部涌向了我的口中，而我口中也
也有一坨红色的火焰在凝聚，这道火焰散发着射人的红芒，刚刚出现便直接蒸发了周围无数树木的水分。在我面前的刺猬兽将此刻终于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气温还在不断升高，刺猬兽将已经顾不得其他，转身准备逃走。轰！红色火焰直接化作了一道光芒，击穿了正在逃跑的刺猬兽将。超过10米的刺猬头颅变得空荡荡，咚！刺猬兽将的身躯重重倒下。我向着刺猬的尸体走去，体育馆内剩余的几名大学生都有些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个景象。我庞大的身形还有击杀刺猬兽将的气势，使他们胆战心惊。突然，2架直升机盘旋在清平大学的上空，体育馆内的所有人看着这2架直升机，露出了兴奋的神情。在办公室之中，几名老师的谈话也清晰传到了我的耳朵之中。太好了，军队终于来了！是啊，赶快将外边那只怪兽击杀了吧！真的太恐怖了。对啊，这些怪兽真可恶。看着天空上的2架直升机，我的眼神之中透露出了一丝冰冷之意。然而，2架直升机只是在体育馆的上空绕了一圈，便径直向着体育馆的其他位置飞去。体育馆内剩余的几名老师和学生忍不住喊道：“这些飞机怎么回事？为啥不把这个怪兽消灭了？”对啊，这个怪兽这么大的体型，他们是没看见还是咋？不只是对我，虎1和虎2大摇大摆的在清平大学之中猎杀怪兽，这些直升机也并没有向他们开火。突然，哒哒哒，飞机上的火神加特林对着一直要逃走的初级兽兵直接开火。庞大的火力下，这只初级兽兵直接被打成了筛子。嘟嘟嘟！就在这时，一辆军用吉普车进入了清平大学之内。吉普车内坐着的几人手持长剑或者长枪，身上气息涌动。在这辆吉普车之后，还跟着2辆军用悍马。这几辆车的出现，再一次点燃了体育馆内剩余人的热情。几名老师脑袋死死抵在窗户之上，在他们的目光注视之下，这几辆车缓缓停在了我的不远处。这几名老师兴奋地说道：“刚刚直升机上的人肯定呼叫支援了。面对如此庞大的怪兽，肯定是高手出动。我觉得也是。车上的这几人身上拿着的长剑和长枪，一看就材质不凡。我就是教材料学的，我觉得他们拿的是国家新型研制出来的武器，专门针对怪兽的。”在众人的讨论声之中，几名身穿黑衣皮裤的年轻男女从车上走了下来，站在了我的不远处。他们手中的长剑在阳光之下闪烁着寒光。几名老师看着这几人，兴奋地说道：“赶快将这只怪兽斩杀！听说灵气复苏之后，很多人都突破到了中3境。这几人作为军队之中的精英，很有可能就是中3境的武者。”然而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，这几人缓缓将手中的长剑和长枪收起，口中坚定地喊道：“敬礼！”为首那名手拿长枪的中年人率先敬礼，他的身后一群人整整齐齐地跟着敬礼。看到这个场景，体育馆剩下的老师和学生不由张开了嘴巴。但是接下来更让他们震惊的事情出现在眼前。只见我冲着这几名军人点了点头，看到这个动作，众人却是松了一口气。刘芳作为北方军事基地的一名特种兵教官，在接到清平市的求援之后，就带着部队之中的精锐前来支援。只是他们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能够碰见我。刘芳轻轻上前一步，连忙开口道：“我是从刘将军那里听说过您的，感谢您解救了集市上百万老百姓，也感谢您解救了体育馆剩下的人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想和您交换一些东西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我能够感觉到军方的人对我脚下的这只刺猬兽将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哗啦，我直接将虎1背上的地图扔在了地上，随后一脚将脚下的刺猬踢到了刘芳的面前。刘芳心中有些激动，他缓缓从怀中掏出一个平板，恭敬地递给了我，上面有大量关于怪兽的资料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离开了清平大学，一路向南。躲在体育馆里的师生小心地走出来，震惊地看着我的背影。一名学生偷偷拍下了视频。清平市的街道上，虎1和虎2击杀了大量兽兵，他们已处在突破到兽将的边缘，体长达到6.5米。一处小型山林前，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俩就在这里突破吧。”两兄弟开始在山林之中突破，我则刷起了手机。灵气复苏后，网络虽受限，仍有人直播。手机里正直播紫霞派的情况，下方网友讨论道：“紫霞派竟然把森林之中的兽王给惹怒了。听说这只怪兽在灵气复苏之后，直接突破到了高级兽将，更是统领了森林之中的无数怪兽。谁能想到森林之中的一只青狼，如今竟然长到了10米。我看网上记载的图像，那只青狼进化的巨型怪兽，紫霞派也是到了血美了。本来距离京城不算太远，可惜惹怒了这只青狼。如今各大派敢对这只青狼出手的屈指可数，只有五台山的方丈或许才能一试。五台山的方丈哪会轻易出手？如今各个山林之中都诞生了兽将级别的怪兽，五台山周围也不太平，更不用说京城周围的几个自然保护区。其实这些还好，陆地上的怪兽最起码还有些理智，达到兽将级别的怪兽也不会太过暴虐。海洋之中的那群蜥蜴才可怕。看着讨论，我脑海想起楚夭夭，他好像是紫霞派的吧？正好顺路。如今我需要大量的兽将级别妖兽乃至领主级怪兽才可以突破。虎1和虎2在山林中疯狂吞噬血肉，包括一只3米长的野猫兽将。那只野猫极其灵活，最后还是我开了金甲才追上。我将血肉全给了他们。突然，嗷呜！虎啸震彻山林，灵气向他们汇聚，骨头噼啪作响，体型缓缓增大，齐齐突破到7米。兽将的体型，我注意到他们爪上闪烁荧光，与我獠牙相似。两兄弟实力已翻天覆地，他们兴奋地横冲直撞。就在这时，叮！检测到可契约的灵兽，宿主
主是否契约？系统声响起，我看向虎一和虎二，他们竟属于灵兽序列。我问系统，契约之后他们会有什么变化吗？丁，契约之后灵兽会与宿主心意相同，宿主可以传授他们功法，只有完全忠于宿主的灵兽才可以契约成功，否则会契约失败。我心中了然，契约后我可传授吞吸术，前提是他们完全忠于我，这点我不担心。他们出生就跟着我，你们俩过来！我喊了一嗓子，虎一和虎二屁颠屁颠跑来，眼神天真又愚蠢。系统，契约。丁，契约成功，速度之快让我一愣。丁，检测到他们对宿主完全忠诚。爸爸，一道声音在我脑海响起，我瞪向他们，呵斥道：“我不是你们爸爸，我是你们大舅，以后听话，要不然打断你们的腿。”两兄弟吓得向后一跳，收拾完小弟，我继续南行。我想到了那只蜥蜴王，如今我突破到金甲，一般领主级怪兽应不是对手，除了他，此次南下就想会一会他。而在前方200里，紫霞派严阵以待，弟子们神情凝重恐惧。山顶大殿，中年男人对老者说：“师傅，如今各个名山大派的掌门都没有回话，他们都不敢轻易出山。”老者轻叹：“我早料到如此，我紫霞派传承多年，本指望灵气复苏之后再次辉煌，没想到却被这只畜生给盯上了。师傅，那怎么办？”老者微叹：“灵气复苏之后，我也突破到了5品太阳境，未尝没有一战之力。就是那只畜生麾下还有众多怪兽，其中中级兽将级别的青狼就有2只，到时候我怕你们挡不住。”中年男人焦急走动，他是掌门刘清风，6品交感境。紫霞派真正的底蕴是老者，他的师傅。山顶广场，弟子们小声讨论：“你说怎么那只青狼王就盯上我们紫霞派了？想当初我也是重点大学保送进来的，早知道待在学校里不上山了。”旁边年轻人反驳：“待在学校你一辈子也修炼不到8品铁皮境，如今灵气复苏，只有武者才是人上人，别抱怨了，我们命中就有这一劫。”不远处的楚夭夭听着，心中紧张，他天赋上乘，已突破到7品钢骨境，此刻更不能走。一女弟子上前：“师姐，师傅找你。”“好，我马上过去。”楚夭夭心神不宁地来到大殿，看到销售身影喊道：“师傅！”刘清风转身，脸上露出一丝喜色：“徒儿，那只青狼王麾下有4只兽将级青狼，其中1只初级兽将需要你配合其他几位师兄挡住。”楚夭夭眼神一明：“师傅，徒儿听您安排。”他心情沉重地走出大殿，面对初级兽将，6品交感境也毫无胜算，何况他们几个7品钢骨境。回到广场，师兄弟们看着手机消息，一个师弟说：“我们紫霞派被兽将围堵，已经在网上出了名了。有人说我们紫霞派撑不过1星期，如果兽将青狼发动攻击，我们撑不过1天。”旁边年轻弟子说：“谁说的？我们紫霞派绝对能够坚持下来。”几人看到楚夭夭，连忙说：“师姐，你看网上的消息了吗？青狼王如今排在我华夏怪兽榜的第57位，最近在网上炒得很火热。”楚夭夭摇头：“怪兽榜是什么？”年轻弟子递上手机，上面列着怪兽名号，排名第1是海上蜥蜴王，第2是昆仑雪獒王，第3是金雕王。弟子又说：“这个榜单还在不断的更新，听说今天早上又发现了1只可怕的兽王，这只兽王号称野猪王，如今已经排在了第6位。”楚夭夭看到野猪王的详细介绍，野猪王从大岭最神秘的南域走出，身旁还跟着2个东北虎的小弟。野猪王本身疑似领主级实力，2只东北虎为兽兵高级，这3只怪兽组成的队伍实力极为的强大。他莫名感到熟悉，尤其是丛林、老虎这几个词，但想不起来。旁边师弟说，这野猪王比青狼王要强大无数倍，如果野猪王去攻打其他山门，应该没有几个山门能够坚持下来。楚夭夭心中烦躁，当初上山受尽羡慕，如今却生死存亡。手机响了，是楚风发来的消息，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还能坚持多长时间？他心中一暖，失落的回道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，如今已经被青狼王麾下的兽兵包围了，应该这2天之内就会攻山。谢谢你的好意了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了。宽阔马路上，我看着消息感到莫名其妙，哥们可从来没说过见面啊。我连忙安慰，放心，到时候我朋友会出手，保你们安然无恙。我最近刷手机看到了网上关于自己实力的定位，排在了华夏怪兽榜的第6。对于自己是野猪王这件事，我目前并不打算暴露，如果有一天能碰见，或许他能认出我。另一边，楚夭夭抿嘴一笑，心情轻松不少，回道，就连华山、五台山还有京城各门各派的掌门方丈都没有把握对付这只青狼王，你朋友能对付得了吗？我只能给他说道，可以的，便不再多说。怪兽围攻紫霞派的消息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，排在热点第5。一个网友说，如果让天刀王通出手，或许能够解除紫霞派的危机。众人讨论，天刀王通乃是4品真核境，是灵气复苏之后真正的强者。不过天刀王通一直南方军事基地防备着海中的怪兽，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灵气复苏之后越靠近海边，灵气也就越浓郁。不只是天刀王通，如今各个山门的掌门人也纷纷前往了南方海边，那里才是真正的战场。紫霞派的这个危机在那边都算不上什么。天刀王通修炼的乃是家传的王家72刀，威力巨大，手中的天刀更是祖传的宝刀。传闻灵气复苏之后，那把刀直接开光，在海边已经斩杀了好几只兽将了。可惜了，我看着消息，脸上露出一丝好奇。4品真核境，手握宝刀，修家传刀法，或许一般的高级兽将还真不是他的对手。灵气复苏之后，像天刀王通这样的武者也在不断的涌出。王家刀法虽然不俗，真正厉害的还是各个山门的正派功法。了解到了紫霞派的惨况之后，我稍微加快了一点速度。虎一和虎二2兄弟紧紧地跟在我身后，如同2名忠诚的侍卫。7米长的大老虎足以应对20米长的触角巨蜥了。突破到兽将之后，这2兄弟已经可以和怪兽榜末尾的一些兽将媲美。对了，可以传授你们吞吸术了。我心中一动，虎一和虎二好奇地望着我。
两张大脸上全是渴望。传授！我低声轻喝，两兄弟脑海之中便出现了吞吸术的要诀。他们习得之后，成长速度会比以前快很多，不过还是远远比不上我。三个庞然大物就这样在马路上走着，偶尔经过山林，却没有怪兽敢上前。虎一和虎二更是在山林之中大肆杀戮。嗷呜！虎一低吼一声，眼前的一只怪兽便被他吞吸到了肚中。我这一路上也尽量寻找兽将甚至领主级怪兽，不过这些怪兽智力大增，看见我们这样的组合，提前就远远躲开了。我的行动也被一些人拍到了网上，强势登上怪兽榜第6名，让我在网上有着很高的人气。一身拉风的造型，还有2个东北虎小弟，让我收获了大量的关注。在某音平台之上，关于我足迹的热搜已经冲到了前10名，只比亲王王围攻紫霞派低上一些。沿途有一个人拍到了我的照片发到网上，直接涨粉10几万，这直接造成的影响便是无数不怕死的人开始偷拍我。我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会享受明星的待遇，直接命令虎一去震慑了一下沿途的人类，其中有一个不知好歹的二虎，被虎一拍废了一条胳膊，直接吓跑了剩下的人。在几百里的紫霞派之上，一个中年男子走到了楚夭夭面前，说道：“师妹，在和谁聊天呢？大敌当前，一定要全神贯注，不能分心。”看着身旁的这个中年男子，楚夭夭心底露出了一丝不适，勉强说道：“师兄，我知道了。”中年男子又开口道：“师妹，一会儿还需要你正面牵制那只初级兽将，我和你2个师兄师姐从侧面偷袭。”楚夭夭脸上露出了一丝难看之色，道：“师兄，我们几人都只是7品钢骨境，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正面牵制住初级兽将？”中年师兄轻喝道：“我和山下的古武陈家有交情，已经联系到陈家前来支援。听说陈家家主已经突破到了6品交胆境，为了维护与陈家的关系，所以我不能受伤。师傅也默许了这个做法。师妹，你明白了吗？”楚夭夭脸上一暗，让他一个人正面对抗初级兽将，绝对有死无生。平时楚夭夭比较天真善良，但是他也不傻。相反，这几位师兄师姐的小心思被他看得一清二楚。楚夭夭又问道：“那2师兄和3师姐呢？”中年男人轻喝一声道：“他们与城里的道观关系密切，到时候会有几名网红道士前来助阵。听说这几名道士在网上人气很高，对于宣扬我们紫霞派也大有用处。”楚夭夭脸色一暗，师兄师姐这是铁了心的要坑他。明白了这些之后，楚夭夭缓缓地说道：“我也求援了，我的一个朋友会出手，到时候能帮助我们紫霞派脱困。”楚夭夭声音清脆，不觉间却传遍了整个小广场。哗啦，所有弟子都回头看向了楚夭夭，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。什么？楚师姐求援了？还会有强者出手？是5品开阳境还是4品真核境的高手？楚师姐真的认识这样的强者吗？这种强者可都是各个大派的掌门人，或者一些传承古武世家的家主。如果真的有这种级别的武者出手，或许我们紫霞派就有救了。中年男人刘千军脸上也露出了阴晴不定的神色。作为紫霞派的大师兄，他的天赋并没有多强，灵气复苏之后也只是突破到钢骨境，远远比不上楚夭夭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处处为难楚夭夭。眼下楚夭夭的话却让他有些疑神疑鬼。刘千军脸上露出了一丝迟疑之色，随后又喝道：“楚师妹，你最好说的是真的，到时候要没有这样的高手支援，那么师傅怪罪下来，你可担待不起。”看到刘千军不再让自己独自正面对抗初级兽将，楚夭夭心底多出了一丝庆幸，但也多出了一丝忧愁。他哪有什么帮手？突然，楚夭夭想到了我，如果他是一位高手就好了。他说要前来帮我，可惜他连门派都没有，更没有师傅。灵气复苏之后，最多也就能达到引元境，只能靠自己了。想到这些，楚夭夭又开始修炼了起来。另一边，在出了清平市之后，我带着虎一虎二穿行了几百里，终于出了东三省。看着道路旁已经盛开的鲜花，我不禁感叹，这里暖和了一些。我能感觉到越靠近南方，华夏人类的实力就越强大。前方也是一个大市，但并没有像清平市那样与世隔绝，城中的人类和怪兽处在对峙状态。我收到了手机上推送的消息，鲜花市的居民们请注意，目前鲜花市由市政府、军队、北山灵觉寺一起防守，凡是突破到9品引元境的居民可以到据点领取功法和物资，如果斩杀怪兽还会获得丰厚的奖励，斩杀一只初级兽兵可直接获得3方势力共同颁发的自由勋章，在贸易区享受优待。我听了半天，不由感叹鲜花市的领导层极为聪明。我没有和鲜花市的人接触的想法，但在鲜花市最中心的作战大厅之中，所有的高层看到屏幕上的那个庞大身影，脸上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。为首的中年人名叫刘守，他正是鲜花市的代理市长。刘守目光凝重看着屏幕上的身影道：“怪兽榜排名第6的金甲野猪王出现在了我们附近，我们要不要做些什么？”身旁一个身穿军服的中年男人开口道：“我从北方军区得到消息，野猪王并不是暴虐的凶手，相反还几次帮助人类，只要我们不惹怒野猪王，他应该不会对我们出手的。”一位身穿僧袍的老和尚也点头道：“灵气复苏之后，有些怪兽变得极为暴虐，比如青狼王和蜥蜴王，而有些则极为的聪慧，比如野猪王和雪獒王。对于这些实力庞大的生物，我们切不可轻易招惹。”刘守微微点头，随后说道：“那么就听2位的吧，传我命令，近期非必要不要出城，即便是自由勋章获得者也待在城里，和怪兽的战斗也稍缓一下，一切等野猪王过去再说。”是。同时，野猪王经过鲜花市的消息也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经过鲜花市的时候，虎一和虎二有些控制不住自己，在我身边不断的吼着嗷呜嗷呜。我感受到二虎的心意，不由得问道：“你们想去狩猎？”虎一和虎二2只大脑袋连忙点了点头。他们早已注意到鲜花市中心的森林公园内有着大量的兽兵，其中还有好几只兽将。我微微沉吟之后说道：“去吧。”虎一和虎二兴奋地跳了起来，一眨眼的功夫便已经消失在了我的眼前。此时，刘守和北山灵觉寺的大师静远正在商量着一道信息。刘守开口道：“大师，
师，我们不能看着紫霞派被青狼王给灭了吧？灵气复苏之后，紫霞派也几次下山帮助山下的城市，如今得罪了青狼王，已经变得朝不保夕了。靖远摇了摇头道：“青狼王是高级兽将，无限接近于领主级怪兽，即使我人族的一般四品真和境出手，都不一定是青狼王的对手。我们想要帮助紫霞派也无能为力。”留守摇头叹息一声道：“可惜这次事件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，如果紫霞派最终被灭，对我人类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。”靖远也是摇头叹息。突然，一个士兵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报告，5号兄弟发生巨变，里面不断传来兽吼的声音。”留守一惊，5号兄弟是鲜花市森林公园，里面出现了5头兽将级别的怪兽，一直是留守的心头大患，连忙派给城中的自由勋章获得者发布任务，时刻监视着森林公园之内的动静。随后，留守转头对着靖远大师开口说道：“大师，如果发生情况，还需要贵司的境方大师出手。”靖远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无妨。”此时，在城市森林公园之中，虎一和虎二两兄弟正在围攻着一只兽将，这只兽将体长达到了12米，是一只牛类初级兽将，被鲜花市的官方政府称为牛头怪。森林公园之中的其他兽将并没有前来帮助这只牛头怪，反而是警惕地看着虎一和虎二两兄弟。牛头怪只是初级兽将，面对虎一和虎二的联手，不一会儿就败下阵来。咩咩，牛头怪发出一声凄惨的吼声，最终倒在了虎一和虎二的掌下。虎一和虎二大摇大摆地抓着牛头怪出了森林公园，向着我所在的位置走来。在鲜花市的作战大厅之中，留守看着眼前的场景，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。这2只老虎竟然已经到了初级兽将，一直听闻野猪王麾下还有2只怪兽，没想到竟然如此强大。他们俩出手，就连人类的5品开阳镜都不敢轻易的对抗。靖远老和尚也是目光凝重的点了点头，幸亏野猪王没有对我们出手，要不然这2只老虎也极其的不好对付。虎一和虎二兴奋地叼着初级兽将牛头怪的尸体来到了我的身前，邀功似的放在了我面前。我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2个小弟，随后说道：“你们俩吃吧。如今初级兽将对我的帮助已经不大，但对他们还有很大用处。凭借着吞吸术，他们吞噬大量怪兽之后，很快就能够进阶到中级兽将。牛头怪不一会儿就全部进了虎一和虎二的肚子里，他们身上气势强横了许多，体长达到了7.5米。我能感觉到，在初级兽将之中很少有这2兄弟的对手，即便面对中级兽将也有一战之力。”从鲜花市经过后，我的足迹再次出现在了人类的视野中。省军区的一座大厅之中，一个身穿将服的中年人看着屏幕上的我，对着身旁的副官说道：“有没有推断出金甲野猪王要去什么地方？”副官连忙道：“司令，我们判断金甲野猪王会前往南方，具体路线不是很清楚，但是目前得出的结果是野猪王有很大几率经过紫霞山。”中年人口中喃喃说道：“紫霞山，紫霞派那里情况怎么样了？”副官连道：“那里情况不是很好，青狼王是高级兽将之中的佼佼者，附近的一些门派和山门都不想轻易的出手。面对高级兽将，只有5品开阳镜才有自保之力，但是真正做到击杀青狼王，也只有4品真和镜才能做到，而且还需要修炼出绝学的4品真和镜。”中年司令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，微微沉吟之后说道：“派一个加强营去支援紫霞派。”副官神情一怔，连忙说道：“司令，这太危险了吧？”中年司令看着大屏幕上我的身影说道：“我自有安排。”是。紫霞派内，掌门刘清风看着身前的楚夭夭，脸上不可置信的说道：“徒儿，你真的找到帮手了吗？”楚夭夭心中一惊，表面上只能强装淡定的说道：“我一个朋友说他会出手，到时候会解救我们紫霞派。”掌门刘清风连忙问道：“你那个朋友出自何门何派？修炼到什么境界了？”楚夭夭口中含含糊糊的说道：“我那个朋友是一位丛林探险家，至于其他的情况我不清楚，但是他一定会出手的。”掌门刘清风一听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失落之色，说道：“尽力就好，到时候你和3位师兄师姐一起出手拦住那只初级兽将。”楚夭夭心中松了一口气，是师傅。从大殿之中出来之后，楚夭夭看着广场之上的师兄师姐，脸上露出了一丝难看之色。大师兄刘千军上前一步，对着楚夭夭说道：“师妹，师傅说什么了？”楚夭夭底气十足的说道：“师傅让我们4人一起出手拦住那只兽将。”大师兄脸上露出了阴晴不定的神色，勉为其难的说道：“好吧。”而在广场之上的其他人却在小声的议论着：“难道楚师姐真的有帮手？听说楚师姐家里在政府单位上班，说不定是她爸找来的，有可能。”只有楚夭夭躲在广场的角落之中，脸上的表情勉强维持住没有露馅。楚夭夭心中苦涩道：“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啊？这日子真没法过了。”随着青狼王的压迫感越来越强，紫霞派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。第15军事基地内，王腾看着手机上不断艾特自己的消息，脸上露出了轻蔑的一笑，口中喃喃地说道：“去解救紫霞派，这是傻子才做的事情。要不是这个账号能给我带来成千上万的收入，就凭你们这些人，哪有资格艾特我王腾？”说罢，王腾又开始了修炼。紫霞派的掌门人刘清风看到网上全是口嗨的选手，也不禁叹了一口老气。我紫霞派就是死也要给青狼王一记重击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弟子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口中大声地喊道：“师傅，五师兄偷偷下山，被青狼王给逮住了。青狼王将五师兄吃了。”刘清风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脸上愤怒的神色一闪而过，口中呵斥道：“早就告诉你们不要私自下山，如今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他活该。传令下去，谁再下山，这就是他们的榜样。”那名弟子脸色发白，随后又退出了大殿。
楚夭夭心中不禁想到，青狼王快动手了。这只青狼王极为的聪明，为而不攻就是要吓破众人的胆子。如今有人逃跑，一定会产生连锁反应，我得好好准备了。而在一条宽阔的公路上，我正在呵斥着身旁的虎一和虎二。没事，你们下什么水？不知道现在水里极其的危险吗？虎一和虎二低头，目光却不自觉地瞥向了旁边一只达到10米的巨型鳄鱼。这是一只终极兽将，刚刚给了虎一和虎二一个不小的教训。虎一的爪子上都有着一丝伤口，要不是我出手，两兄弟还会受伤。我的银牙一扫，巨鳄的4条腿便给了虎一和虎二，我则开始吞噬整个巨鳄的躯体。丁，力量加150，丁，体型加160。终极兽将带来的力量和体型还是不少的。我感觉到体内一丝火热在升起。系统查看我的属性：丁，土风，种类金甲猪，体重51000斤，力量4900点，体型5000点，技能吞吸术、金甲术、琉璃火土吸。看着自己的属性，我心中不由得轻轻一叹，自己这一路上斩杀的兽兵没有1000也有几百，斩杀的兽将也不少，但是距离10000点的突破值还有很大的距离。希望紫霞派的青狼王能给我一些惊喜。说罢，我继续踏上了前往了紫霞派的路途。在我刚刚离开后，一支携带着重型装备的士兵便来到了这里。为首的军官看着前方的湖面，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，口中忍不住说道：“刚刚无人机拍摄的信息是否真实？”旁边一位士兵上前一步说道：“长官，是真实的。金甲野猪王将湖里的那只终极兽将怪兽斩杀了。”军官眼神之中露出了思索之色道：“将这里的信息传回军区，重新评估金甲野猪王的实力，能够在水中强势斩杀这只极为难缠的鳄鱼怪。金甲野猪王的实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”是，长官。这里的消息不一会儿也传到了鲜花市之中。市长留守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狂喜之色道：“金甲野猪王解决了我们2大祸患。那只鳄鱼怪最近经常上岸，附近几个村子里一些没撤回来的老人都成为了那个鳄鱼怪的口粮，真的是太好了。”一旁的静远也双手合十，口中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如果金甲野猪王不出手，老衲就要去会会这只鳄鱼怪了。老衲欠金甲野猪王一个恩情。”留守心中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大师，我一直不知道您有这个计划。”静远脸庞凝重地说道：“那只鳄鱼怪不同，我能够感觉到那是一只真正暴虐的怪兽，如果不对其出手，对我鲜花市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。我甚至做好了和那只鳄鱼怪同归于尽的准备。我的的确确欠了金甲野猪王一个巨大的恩情。”留守脸庞庄重地点了点头。鲜花市内，留守看着身上气息不断翻腾的静远大师，脸上露出了一丝震惊，随后便是狂喜之色，口中忍不住说道：“大师，您要突破了吗？”静远点了点头，多亏了那位金甲野猪王的帮忙，我了却了一个心结。如今我感觉到了限制身体的桎梏已经消失，我马上要闭关突破了。市长留守说道：“大师，您放心突破，我期待您突破到4品真核境出关的那一天。”与此同时，我和虎一虎二边赶路边斩杀沿路的兽兵兽将。如今距离紫霞派已经不足50里了。紫霞派位于一座靠近城市的高山上，如今所在的高山已经成为了一个禁区。安平市派出了大量的武者，还有士兵驻扎在山脚不远处。此时，安平市的市长正端坐在一个大厅之中，周围是一群气势不俗的武者，他们都看着安平市长李反，等待着李反的决定。李反眉头紧皱，开口说道：“紫霞派传承久远，我们肯定要出手的，不过也绝对不能不顾全城市民的安危。要知道，这里可不止青狼王一个高级兽将，前段时间一只高级兽将也出现在了3号公路附近。”在人群之中，一名气息最为强大的武者开口道：“市长，你说的银冠王吗？”李反点了点头，对，就是他。这银冠王是一只大公鸡进化而来，身高足足有11米，实力或许还在青狼王之上。如果银冠王来攻击我们安平市，那么我们也比紫霞派好不了多少。其他武者纷纷点头。这时，一个身穿一袭包臀裙极为美貌的女人来到了大厅之中，她的嘴唇轻抬，开口说道：“市长，最近因为紫霞派的事情吵得沸沸扬扬，有很多人慕名来到了这里，现在他们都来到了安平市接近紫霞派的山脚下。”李反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金光，连忙问道：“有没有中3境武者？”秘书摇了摇头道：“有10几名8品铁皮境，还有3名钢骨境，他们大部分过去都是武术教练或者拳馆教练。”李反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失落之色。在紫霞派山脚下5里外的一处高地上，一个武者正在直播，他身上散发着8品铁皮境气息，双手正举着手机对着远处模糊的山峰。这个人正是如今网上名气最大的户外主播王大胆。此时，王大胆正在声情并茂地给网友讲解着：“大家请看，远处的高山就是紫霞派所处的位置，而这座高山3面环林，青狼王这是这片森林之中的王者之一。”一些网友纷纷发出弹幕：“大胆，再近一点，啥也看不到啊！”对啊，青狼王在哪里啊？看着直播间不断飙升的人数，王大胆心中也有些喜悦，连忙说道：“大家不要着急，等会儿就会看到青狼王。目前我已经到了最接近紫霞派的地方，除了紫霞派掌门人刘清风的直播，应该就我的直播最接近了。不过如今刘掌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，已经无心直播了。”王大胆嘴上说着豪言壮语，脚下却一步不敢向前。身为8品铁皮境，他知道看见青狼王的那一刻可能就是死期。就在王大胆卖力直播的时候，又有一行人来到了这里。为首的时候，一名气息不俗的老者，只见他声如洪钟，开口道：“联系刘千军，告诉他我们到了山下了。”身后的一名年轻人开口道：“好的，爷爷。”紫霞派广场之上，大师兄刘千军看着手机上的号码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激动的神色。只见他兴奋地打开手机，站在小广场的中央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献媚的神色，开口说道：“陈兄，你们已经到山脚下了吗？那太好了。什么？你家老爷子也来了？那太棒了！多谢陈家出手救援，我刘千军永远不会忘记陈家的大恩大德。”
以后陈家有什么事情，我刘千峰必将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刘千军挂断电话之后，目光扫过了全场，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傲然之色。大殿之内，掌门刘清风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，说道：“真的吗？陈屠甲已经到了山脚下，上次见这个老头还是20年前，没想到陈屠甲如此仗义。”随后，刘清风转头说道：“千军，你做得不错，陈家众人能来你功不可没。一会儿和青狼王交战的时候，就由你指挥其他师弟师妹。”刘千军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，连忙说道：“是，师傅。”从大殿之中走出来的时候，刘千军脸上的喜色已经不再掩饰了。他来到了广场的角落，看着楚夭夭说道：“师妹，陈家应我的邀请已经到了山脚下了，不知道师妹的球员多会儿能到？”楚夭夭心底涌现出一股慌乱，但是表面上还是强撑镇定的说道：“我的朋友也在路上，青狼王攻击山门前一定会赶到的。师兄师姐们叫的帮手不是也还没到吗？大师兄你怎么不问问他们？”听到这句话，刘千军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悦，说道：“师妹，你怎么跟师兄说话呢？师父已经将指挥弟子的权利交给了我，你的朋友最好快点到。你知道青狼王麾下的兽将可不止一支。”楚夭夭抿嘴扭头不再看大师兄刘千军，心底却不禁流露出了一丝悲哀。就在这时，广场之上传来一阵惊呼：“快看，城里的3000贯也到了山脚下了！”千元和千平2名道士已经开启了直播。紫霞派的2师兄和3师姐脸庞闪过了一道喜色，连忙点开了手机。千元和千平身穿一袭蓝色道袍，身上挂满了法器，一派高人风范的开口说道：“应紫霞派2大弟子的邀请，我们也来支援紫霞派。灵气复苏，怪兽当头，我们修道之人一定不会忘记除魔卫道、保家卫国的使命。”千元和千平说完这些话，直播间里的网友忍不住纷纷赞赏：“千元和千平大师不愧是我等楷模，像千元和千平这样的道士才是真正的大师。”不远处的王大胆看到这个场景，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嫉妒。小广场上不少紫霞派的弟子看着师兄师姐们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羡慕之色，口中恭维的说道：“还是师兄师姐们厉害，这些援兵来的真是及时。是啊，陈家的陈老爷子听说都突破到了6品交胆境，和师傅一个境界，这都能够让大师兄请过来，大师兄的面子真大。2师兄和3师姐也很厉害，3000关的千元和千平可是有500万粉丝，还经常和一些5品开阳境甚至4品真合境的强大武者在网络上合作。如果这些强者能够出手，那么我紫霞派就安全了。”面对众多师弟师妹的恭维，3人脸上露出了傲然的神色，但是在广场角落的楚夭夭却感觉如坐针毡。紫霞派这种氛围他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楚夭夭心中也在幻想着，如果自己也有强大的援兵就好了。想到这里，楚夭夭不自觉间便打开了手机，给楚风发了一条信息：“你现在到哪里了？”距离紫霞派30里外的一处丛林之中，虎一杯的背包轻轻地震动了一下。我没有理会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些好东西。轻一点，别把这些蛋弄破了。我对着虎一呵斥道：“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巨大的树堆，树堆的中央摆放着6颗巨蛋，每颗都有脸盆般大，上面散发着晶莹剔透的光芒。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鸡蛋上面有着灵气波动，而且还十分强悍。这些巨蛋一旦孵化，诞生出来的极有可能是兽兵，甚至是兽将。”6颗巨蛋被虎一和虎二用爪子小心翼翼地捧到了我的身前。嗷呜！一声吼叫不由得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看向了虎二的大脑袋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想吃一个？”虎二的大脑袋如同波浪鼓一样直点头：“不许吃，这些蛋可是大有用处，吃了就浪费了。”我说道。虎二只能无奈地垂下了头。我上前轻轻地敲了敲巨蛋，咚咚咚，我有一种敲在铁皮上的感觉，这让我放心了不少。你们2个自背3颗，我对着虎一和虎二说道。虎一和虎二不情愿地背起了巨蛋，望着2兄弟背上塞得满满当当的背包，我心中不禁沉吟道：下次再见到军方的人，得让他们送几个大背包来。随后我又望了一眼庞大的老窝，口中喃喃地说道：不知道这只怪兽跑到哪了？这么庞大的窝，还有这么多不凡的蛋，这只怪兽最起码有高级兽将的实力，可惜没被我碰见。算了，先去支援紫霞派吧。在路上，我打开了手机，看到了楚夭夭发给我的消息，直接回复道：我朋友快到山下了，放心，青狼王攻山之前一定能把你救下来。紫霞派小广场之上，楚夭夭看着我回过来的消息，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惊喜之色。难道他的朋友真的来了吗？那么应该在山脚下吧，但是山脚下也没有太强的武者。楚夭夭不由得开始了猜测，随后连忙观看起了王大胆的直播。王大胆此时正在山脚下介绍着前来支援的各派武者。楚夭夭也想从王大胆的直播间之中找出到底是谁来支援自己。只见王大胆在山脚下极其的活跃，此刻他正对着一个身穿短袖、胳膊上露出大花臂的中年男人采访。王大胆开口问道：大哥，你从哪里来？我就是安平市本地人。什么境界了？我现在是7品钢骨境。底下的网友纷纷评论道：我认识这大哥，灵气复苏前是安平市的地下第1大手，没想到如今都7品钢骨境了，不愧是安平市的地下第1大手。7品钢骨境即便是在各门各派之中也是入门弟子。王大胆又开口问道：大哥，你为什么要去支援紫霞山？虽然你7品钢骨境，但是面对青狼王也极其的危险啊。王大胆的问题极为直接，众多网友纷纷期待着这位地下大哥的回答。只见这位大哥从口袋之中掏出了一盒烟，咔嚓点燃了一支，眼神带着回忆的说道：我欠了一个人情，这次上山就还了。哗啦，众多网友被大哥的神情和动作也点燃了，他们纷纷评论道：大哥真男人，大哥纯爷们，我愿称你为安平高启强。屏幕前，楚夭夭口中喃喃地说道：难道楚风的朋友是他吗？楚夭夭望着直播间里的这个花臂大哥，心中不由得想到，这个大哥只有7品钢骨境，和我境界一样，也解救不了紫霞派啊。楚风说的朋友到底是谁？他又盯着直播间看了一会儿，
发现山脚下境界最高的就是6品蛟赶境的陈家老爷子，其他人大多8品铁皮境，甚至9品引元境。嗷呜！就在这时，山脚下突然传来一声狼吼，清晰地传到了众人耳中。嗷呜！嗷呜！紧接着便是连绵不绝的狼吼，在这些声音之中，有一道极为清晰，仿佛要刺破云霄，震得几里之外的众人耳朵嗡嗡作响。听到这些声音，山脚下的众人脸上都露出了不同的神情。王大胆的直播间内，众多网友听到这道声音，纷纷喊道：“青狼王要进攻了吗？没想到这么快！大胆，你快上山，我们要看青狼王！”此时，王大胆脸上却露出了迟疑之色。一旁的陈家众人在陈老爷子的带领下，率先向着山上冲去。丛林之中不时传出一道道树木被撞倒的声音，咚咚，阵阵穿梭声从丛林之中传来。王大胆的设备对准丛林，他知道那是一只庞大的青狼在快速移动。山脚下，众多武者大部分都出发了，但是速度远远比不上这群青狼。陈家老祖一马当先，其后则是5、6名7品钢骨境的武者，包括了那位花臂大哥，以及3000关的千元和千方。王大胆本来还在纠结，但是当他看到千元和千平也上山之后，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坚定之色。这2个道士也上山，我王大胆更不能怂了。想到这里，王大胆也向着山上赶去。不过他一直跟在众人的身后，看到王大胆动了，直播间的众多网友纷纷兴奋了起来。大胆，好样的！大胆，你放心去吧，如果你遭遇不测，我会给你收尸的。王大胆慢悠悠地跟在众人的身后，手里的设备也在不断地拍着周围的环境。突然，眼尖的网友在王大胆不断晃动的设备里看到了一个庞大的红色身影。这个身影只是在王大胆屏幕上闪现了一下，但还是被一些网友给截图保存了下来。一个网友开口道：“我怎么在视频里看到了一只红毛怪兽，比远处那几棵树还要高？那得多大？我是不是眼花了？”下方众多网友纷纷回复道：“老哥，你的眼睛没有花，我也看到了，那只怪兽感觉极不寻常，比网上流传出来的青狼王还要威武无数倍。我刚刚截屏了，你们看看这是啥？怎么感觉有点像金甲野猪王？兄弟，你确定是金甲野猪王吗？这可是怪兽榜上排名第6的存在，实力最起码也是领主级。你们看看这像不像？”又有一个网友扔出来一张图片，不过这张图片扔出来后，整个直播间都被点燃了，因为捕捉到了我的身影不只是普通人，就连很多官方组织还有华夏的名山大派也涌进来好多。华山掌门如今在平台上也有着800万的粉丝，底下的网友看到这个场景直接被点燃了，纷纷开口说道：“不愧是华山派掌门，真是老当益壮，紧跟潮流。掌门，我资质平平，能够拜入华山门下吗？连华山掌门人这样的大人物都来捧场了。大胆在户外主播之中还是有面子的。你们说大胆知道金甲野猪王来了吗？我看大胆还在赶路，肯定是不知道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他在大胆也要吓破胆了。那我们先不要告诉大胆，这可是怪兽榜排名第6的超级存在，在领主级之中都极其的强大。屏幕上王大胆已经走到了半山腰，此时山顶上的情况也极其的紧张。当青狼王发出信号的时候，所有的青狼一族一拥而上，全部冲上了紫霞派。紫霞派的众人更是齐聚在小广场之上，在老祖和掌门的带领下，准备和青狼王决一死战。在小广场之上，最为显眼的便是站在最前方的那名老者，他手中拿着一把锈迹斑斑的短剑，身上穿着紫色长袍。正是因为这名老者散发的气势极其的凌厉，才让青狼王一时没有发动攻击，而是在广场前来回走动着，打量着身前的老者。青狼王的体长已经达到了11米，全身的皮毛油光锃亮，一双眼睛却是血红色。广场上，众多紫霞派弟子站在原地不敢移动，他们惊恐地看着青狼王。楚夭夭站在人群之中，也感觉心如死灰。这青狼王太可怕了。掌门刘清风低声对着身旁的大弟子刘千钧说道：“陈家一众人上山了吗？没有陈家老爷子出手，我们根本挡不住剩下的4只兽将。”此刻，刘千钧哆哆嗦嗦地低声说道：“师傅，陈家老爷子已经往山上赶了。那会儿我最后看了一眼直播，正好看见了。”刘清风点了点头，刘千钧则是小心翼翼地退到众多弟子之中。只见他的目光直接看向楚夭夭，口中说道：“楚师妹，你一会儿正面牵制住第3只兽将，我和师兄师姐在一旁辅助你。”楚夭夭心底一沉，连忙说道：“师傅不是说让我们一起对付那只兽将吗？怎么成了我正面牵制了？”刘千钧脸上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你师兄师姐的援兵正在往山上赶，一会儿这些援兵还要对付另一只兽将。再说剩下的10几只兽兵里面有5、6只高级兽兵，还需要我们的援兵出手。师妹，你明白了吗？”援兵听到这2个字，楚夭夭心中不由得一震。师兄师姐的援兵都到了，他的援兵在哪儿？只见他开口说道：“我没有援兵，我也不想单独去对抗那只兽将。”刘千钧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师妹，你不是说有援兵吗？还是可以解救我们紫霞派危机的强大武者，怎么现在又没有了？你这是在欺骗师傅，你知道吗？”楚夭夭如今也不能确定山下那些武者哪个是楚风的朋友，所以他干脆直接说没有。见楚夭夭不说话，刘千钧又说道：“师妹，一会儿你要全力以赴牵制住第3只兽将，给师兄师姐们赢得时间。我说了，我不去。”刘千钧脸上露出了一丝威胁之色，说道：“这是师傅安排的，如果你不去，就是顶撞师傅。在紫霞派生死存亡的时候不顾宗门的安危，你这是要被逐出师门的。”楚夭夭说道：“师兄，你不要拿门派安危的大帽子扣在我的头上，门派有难我肯定会出手，但不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去送死你。”眼见楚夭夭已经变得油盐不进，刘千钧一时间也只能作罢。
突然，嗷呜一声巨大的狼啸在广场上响起。青狼王看着身后突然出现了大量的人类，眼神之中露出了凶芒。凭借着强大的身体素质，以陈家为代表的一众支援武者终于上了山。不过当他们看到青狼王的时候，眼神之中却露出了浓浓的忌惮之色。众人虽然已经到了山顶，但是却一步也不敢向前了。而在山峰另一侧靠近密林的位置，我听到这道吼声，微微抬头，要出手了吗？你们俩跟着我们再快一点。嗷呜嗷呜，两声虎啸在我的身后响起。我带着虎一和虎二两兄弟走了不久之后，王大胆也来到了这个位置，看着上方越来越近的紫霞派，王大胆松了一口气。他缓缓地举起自己的手机，将摄像头又对准了自己，哗啦！这一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，不敢相信地看着直播间左上角的数字，他的直播间竟然冲到了平台排行榜的第1名。王大胆心中不由得想到，难道是粉丝们被自己舍生忘死的精神给感动了吗？他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，一张大脸对着直播间的网友说道：“谢谢各位大哥们的关注，我王大胆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，尽可能的完成这次紫霞派被围攻的直播。谢谢华夏官方大大的关注。”直播间的网友们纷纷打字说道：“大胆，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，算了，楼下说吧。大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在你刚刚赶路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金甲野猪王，他好像朝着紫霞派的方向去了。对，就是金甲野猪王，这也是直播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佬的原因。大胆，我们说完了，你快上山吧，我们想看金甲野猪王。”啥？王大胆直接愣在了原地。明白了原因之后，王大胆再次陷入了纠结，他心中不禁想到，那可是领主级怪兽。看着在原地踌躇不前的王大胆，直播间的众多网友也纷纷宽慰道：“大胆，你放心吧，即便是你下山了，也没人会说你什么，毕竟那是领主级怪兽。对，大胆，我们能够理解你的。”王大胆看了一眼直播间，脸上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，脚步却越来越快。山顶上，因为一众武者的到来，青狼王并没有暴怒攻击，而是在缓缓的后退。嗷呜！青狼王又发出了一声，众多青狼也在慢慢的后退，原本极其紧密的包围圈也留出了大量的空隙。看到这个场景，众多紫霞派的弟子脸上都露出了劫后余生的表情。他们看着缓缓后退的青狼王，纷纷开口说道：“青狼王退了，我们获救了。这次多亏了大师兄将陈家请来了，这才解救了我们紫霞派。大师兄居功至伟。对，还有二师兄、三师姐也将3000贯请来了，也出了大力，也不知道师傅会怎么奖赏他们。”听到众人的讨论，刘千军几人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此时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大，前来支援的陈家众人还有一众武者也来到了小广场之上。刘千军小碎步连忙迎了上去，口中献媚的说道：“欢迎陈家诸位，紫霞派能够转危为安，全都依靠陈家。”掌门刘清风脸上微微皱眉，但是还是和陈家老爷子陈土甲打着招呼：“欢迎陈家诸位，多谢你们了。”陈土甲连忙说道：“哪里，刘掌门客气了。”而在另一边，紫霞派的2弟子和3弟子也在热烈的欢迎着3000关的千元和千方，场中一片热闹。只有楚夭夭小心翼翼地躲在广场的角落之中，生怕别人注意到他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被注意到了。在陈土甲身后有一名年轻人，脸上散发着一丝傲娇之色，对着身旁的刘千军说道：“刘兄，角落上那位女子是谁？”刘千军连忙转头看向角落，待到看清是楚夭夭后，转头带着轻蔑之色地说道：“她呀，是我们紫霞派新收的弟子，天赋还不错，不过没有什么背景。”听到这句话，陈方通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连忙说道：“刘兄，我对这女子有点意思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？”刘千军开口说道：“不过这个女子是从华夏农业大学拜入山门的，并且修为已经到了7品钢骨境，所以不是很听话。”陈方通眼前一亮：“刘兄，我想试一试，不过一会儿还需要你引荐一下，必要的时候还需要你辅助一下。”刘千军直接开口道：“没问题。”突然，嗷呜一声狼啸再次刺破天空，也打断了2人的计划。众人纷纷回头望去，只见原本在缓缓后退的青狼一族竟然重新包围了回来，他们步步紧逼，比刚刚还有压迫感。紫霞派掌门人刘清风大惊失色，陈土甲脸上也露出了凝重之色。一个武者开口说道：“刚刚青狼王撤退是想让我们全部进包围圈，他想将我们一网打尽，不愧是青狼王，这畜生可真狡猾。”嗷呜嗷呜！当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之后，青狼王吼了2声，之后身影便猛地跃出。面对青狼王如此迅猛的攻势，紫霞派老祖刘阔天猛喝一声，整个身形直接从原地拔起，向着天空之上的青狼王攻去。咚！一声清脆的撞击声传来，刘阔天的短剑精准地砍在了青狼王的利爪之上。刘阔天落下后连推10几步，青狼王则是稳稳地站回了原地，没有移动分毫。看到这个场景，众人纷纷大惊失色，还不待众人思考，剩余的青狼也全部冲了上来。其中最为显眼的便是一只体长接近9米的终极兽将青狼。陈土甲和刘清风对视一眼之后，2人便合力迎上了这只青狼。轰！场中撞击声不断的传来，众多武者和这些青狼一交手，就发现他们的实力远远不如这些青狼。刘清风作为紫霞派的掌门，早已处在了6品交感境的巅峰，陈家的陈土甲同样如此。然而当他们面对那只终极兽将之时，却是险象环生。当然场中最惨烈的还是紫霞派老祖刘阔天和青狼王的战斗，顶端战力打得极其的艰难，下面的那些弟子更加痛苦。刚刚和这些兽兵级怪兽接触，就被带走了好几名9品引元境的弟子，很多弟子的心理防线正在崩溃。楚夭夭也极其的难受，他和刘千军还有其他的师兄师姐们，包括那位花臂大叔一同抵挡一只初级兽将。然而师兄师姐们只敢在兽将的周围晃来晃去，根本不敢正面攻击这只兽将。楚夭夭赶快上，躲什么躲？不远处刘千军开口呵斥道，这个场面直接令旁边的花臂中年人也有些看不下去了。你们老盯着人家小姑娘干什么？你们自己怎么不上？师兄师姐一看这个花臂中年人出头，
口中反驳道：“我们给宗门带来了支援，他有什么？”楚夭夭眼神一暗，此时一个庞大的身影正迈着慢悠悠的步伐向着山顶走来，如海啸般的气势直接令外围的几只青狼落荒而逃。我刚踏上山顶，便看到了紫霞派惨烈的现状。此时面对刘千钧的话语，楚夭夭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。他心中不禁想到：是啊，我没有求援，师傅肯定也对我失望了吧？一旁的花臂大叔早已看不下去了，只见他开口说道：“我就是这位姑娘的援兵。”刘千钧几人听到这句话，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之色，说道：“就凭你一个无门无派的小人物，区7品钢骨境也配当我紫霞派的援兵？你连 C 级功法都没有，要不是我们几个，你早就倒在了青狼怪的爪下。”花臂大叔深吸一口气说道：“你们连人渣都不如。”大师兄刘千钧又开口了：“这是我们门派的事情，你也管不着。”楚夭夭没有带来援兵，理应挡在最前面。师妹还不快上！他们3人抱团取暖，已经不管花臂大叔和楚夭夭的死活了。楚夭夭心底不由得浮现出了一丝悲伤之色，口中呵斥道：“刘千钧，你记住，我也是紫霞派的人，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和你们不一样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楚夭夭便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青狼怪。花臂大叔脸上露出了一丝焦急之色，开口喊道：“姑娘，不要啊！”楚夭夭此时已经放弃了生还的希望，她握着手中的短剑，全力冲向了青狼怪。当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，楚夭夭这一击直接斩在了青狼怪的利爪之上，巨大的反震之力直接让楚夭夭手中的短剑脱手而出，她整个人也倒在了青狼怪的脚下。她心中露出了一丝凄惨的笑容：“爸妈再见了，楚风再见了。虽然你没有找来援兵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怨过你。”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青狼怪的后方，庞大的气势和无形的压力让这只兽将级别的青狼怪不敢有丝毫动作。所有的人类和青狼全部停了下来，包括青狼王，他们都震惊地看着那道庞大的身影。紫霞派老祖刘阔天握着手中的短剑，双手却在微微颤抖，只因为他认出了眼前这只怪兽。掌门刘清风和陈家陈屠甲已经和那只终极兽将拉开了距离。陈屠甲小声地开口道：“刘掌门，这是金甲野猪王。”刘清风目光深处露出了一丝绝望之色，说道：“这的确是金甲野猪王，我们紫霞派彻底完了，连累陈兄了。”刘千钧和一众紫霞派弟子吓得有些屁滚尿流。刘千钧双腿打摆子，想要向后逃，却发现怎么也动不了。虎一正饶有兴趣地盯着他，因为我的出现，紫霞派的山顶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而此时王大胆也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山顶。王大胆小心翼翼地将设备对准了场中，场中唯一的例外便是躺在地上的楚夭夭。半天不见动静，他不由得睁开了眼睛。当楚夭夭睁开眼睛之后，发现原本极其嚣张和残忍的青狼怪，此刻全身瑟瑟发抖，站在原地不敢移动。随后，楚夭夭的目光便看向了我的方向，那道身影庞大无比，带着浓浓的威压，他没有感觉到一丝杀戮之气，反而感觉到浓烈的圣洁气息。我看了楚夭夭一眼，确认他没事之后，便不再理会。随后我转头看向了身后，所有的人类和怪兽都看着我的动作。随着我的转身，青狼怪身上的压力骤然减轻，他再也不敢有所动作，而是小心翼翼地后退。楚夭夭心中松了一口气，但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疑惑。他想不清楚这只庞大的怪兽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而在场的其他人却惊恐地看着我，生怕我突然会出手。突然，呼啦啦啦，轰隆隆隆，天空之上多了3架直升飞机，同时7、8辆吉普车竟然顺着盘山公路来到了山上。紫霞派的众人心中一喜，掌门刘清风开口说道：“军队的支援到了。”然而，面对军队的支援，青狼王暴虐的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不屑之色，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悄悄地注视着我，身体微微弯曲，有一种随时准备跑路的架势。军队的速度极快，眨眼间便已经到达了山顶。紫霞派的广场上，几名武者小声开口道：“这最起码是一个营，而且还携带着重武器，我们或许有救了。”好，这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在众人目光注视下，从吉普车上下来很多军人，其中最让人关注的便是一个光头的僧人。这个僧人全身气息不显，但仿佛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陈家老爷子陈屠甲看到这个僧人，口中震惊地说道：“这是真和镜吗？”一旁的刘清风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道：“将灵气储藏在体内，同时与天地灵气产生交融，这极有可能就是4品真和镜。”而这里的状况也通过直播传到了华夏各地。在万众瞩目下，北山灵觉寺靖远大师上前一步，见过金甲王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位大师竟然向金甲野猪王行礼了！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这个场景。我目光平静地看着这个光头和尚，眼前的和尚我并不认识，不过他的修为却是在场众人之中最强的，虽然还远远不是我的对手，我能够清晰地从这个和尚身上感受到一丝感激之情，这让我露出一丝疑惑。面对这个和尚的问候，我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哗啦，这个动作直接引起了全场的震惊。直播间内，此时众多网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屏幕后边的众多大佬却全部都沉默了。我不知道自己在直播前的一次简单点头，造成了华夏内部巨大的震颤。自从进化出金甲之后，我已经不在意暴露自己能和人类交流的秘密。而在紫霞派山顶处，或许是因为我的出现，还有人类援兵的到来，青狼王的身体不由得开始缓缓后退，他的目光一直小心地提防着我。周围的青狼兽将也在缓缓后退，他们时刻提防着眼前的2只大老虎。虎一和虎二来到紫霞派的山顶上之后，并没有感觉到一丝紧张，反而是看着场中几只兽将忍不住的舔嘴唇。突然，嗷呜！一只青狼率先承受不住压力，向后疯狂退去，这一动便牵动了剩下的青狼。嗷呜！青狼王发出一声低沉有力的吼声，身形化作
残影向后猛地退去，竟然选择了不战而逃。哪里走？一声轻喝在场中响起，靖远竟然率先发动了攻击，挡住了青狼王的退路。当当当，片刻的功夫，靖远竟然和青狼王对轰了10几击。广场之上，几名武者开口道：“挡住了！”这位大师竟然完全挡住了青狼王的攻击，对，而且是正面挡住的，不愧是我人类的真合镜。青狼王眼见自己竟然被一个人类挡住，眼神之中也流露出了凶光。嗷呜嗷呜！青狼王发出了2声怒吼，身上的气势也逐渐变得狂暴起来。呼！青狼王再一次扑出，这一次的气势更加庞大。靖远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，双手摆出了一个奇异的姿势，随后猛地腾空跃起。当一声巨响在场中传来，靖远从空中落下之后，连退10几步。周围的所有武者震撼地看着这个场景。嗷呜！青狼王又发出了一声怒吼，身形微微拱起，这是要发动攻击的前兆。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。而在紫霞派广场之上，靖远大师缓缓地运转掌法，一道道无形的灵气从身体中涌出，摆好了防御的架势。刘阔天感受到靖远的吃力，身形闪现间也加入了这处战场。嗷呜！青狼王发出一声怒吼，身形化作了一道残影，再一次扑出。当靖远再次挡住了，只不过身形被震退了几十米。此时刘阔天手舞长剑直接斩向了青狼王，咣！刘阔天直接被青狼王一爪拍飞了上百米。这时候靖远重新提了一口气，再一次欺身而上。嗷呜！此时其他逃跑的青狼兽将也和虎一和虎二战斗了起来，两兄弟早已处在了兽将初级巅峰，对付这几只初级兽将具有压倒般的优势。整个广场此时彻底乱了起来，楚夭夭也在和一只高级兽兵交手，不过面对这只高级兽兵，他也只能防御。突然，陈方通手拿长剑冲了进来，对着楚夭夭说道：“听说你没有支援，我帮你。”楚夭夭眼神一变，口中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陈方通脸上神色一变，口中说道：“楚师妹，我知道你在紫霞派之中的情况不是很好，只要你当我的女朋友，以后陈家就是你的后援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就前来支援你，而不是刘千军。”楚夭夭脸上露出了一丝厌恶之色，他直接不客气地说道：“即便是我没有后援，也不找你们，这里也不需要你的帮忙。”陈方通此时威胁地说道：“你可想好了，得罪了我陈家，你可承受不起，到时候你在紫霞派的日子更加不好过。”楚夭夭心中早已对紫霞派感到失望，此刻他直接开口说道：“不劳你费心。”陈方通失败而归，脸上露出了不甘之色。与此同时，王大胆的直播设备扫过全场，最终还是集中在了青狼王那里。直播间内，众多网友纷纷评论道：“大胆，你不上去和兽兵练练吗？”“对啊，大胆，你也是8瓶铁皮镜啊！”王大胆脸上露出了一丝蜥蜴之色，随后便看到了一名弟子被一只兽兵直接拍碎了脑袋。王大胆吓得向后缩了缩，口中连忙说道：“我给大家安心的直播，让大家好好看看这里的情况。”底下的网友马上跟风道：“对，让大胆好好直播，你们快看，紫霞派的刘阔天马上要坚持不下去了。”果然，当刘阔天手中的短剑直接被青狼王一爪拍飞，刘阔天整个人也遭受重创，直接被拍飞了几十米，咚！随后重重的倒在了地上。紫霞派掌门刘清风连忙冲了上去，口中喊道：“师傅！”刘阔天倒下之后，靖远身上的压力也骤然增加，撕拉！青狼王的利爪犹如钢刀一般，直接撕破了靖远的防御，在靖远的胸前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。靖远目光凝重，他感受到了一丝死亡的威胁。就在青狼王准备乘胜追击之时，场中突然刮起了一股狂风，与之相对的是气温急速升高，周围一些干枯的树木顷刻间都被点燃。一直在广场最中央的我动了，呼，好热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这么热？我都8瓶铁皮镜了，为什么还感到这么热？一些武者说道。随后，他们将目光全部看向了我，他们感觉到这些热量全部都是从我这只强大的怪兽身上溢散出来的。我缓缓地走着，目光看向了青狼王。嗷呜！青狼王此时早已放弃了攻击靖远，他口中发出低吼，并没有第一时间逃离，更加没有发动攻击。面对这样的场景，最兴奋的就是王大胆。金甲野猪王终于动了，看样子是朝着青狼王而去，这气势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。不知道为什么青狼王没有逃跑，这种情况出现只有2个原因：一是青狼王准备和金甲王一战，所以选择不逃；二就是青狼王预感到根本逃不了了，所以放弃逃跑了。直播间内众多网友热烈地讨论着，他们看着我一步一步地向着青狼王走去。怪兽榜上排名第6的金甲王和排名第57的青狼王，你们说青狼王能支撑几个回合？我觉得最起码支撑半个小时。你没看那位4品真合镜的大师，联手紫霞派老祖都被青狼王轻易地击败了吗？我也觉得青狼王挺强的，最起码能坚持10分钟。而在沿海的第3军事基地，一群身穿僧袍的大和尚看着直播间，一位年长的大和尚脸色凝重地说道：“我刚刚推测失误了，青狼王或许坚持不了1分钟。”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脚步。紫霞派的山顶变得安静了下来，只有虎一和虎二2兄弟还围着那只终极兽将青狼猛攻。吼！虎一怒吼一声，一把拍向了青狼怪的腰，而虎二猛地跳起来，直接扑咬青狼怪的脖子。嗷呜！青狼怪痛苦地呻吟着，气息渐渐变弱。其他人类看着虎一和虎二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忌惮之色。嗷呜！青狼王在巨大的压力下低声警告着我。我慢慢走着，周围的气温也越来越高。突然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他们看到了一片片金甲开始覆盖我的全身，周围空气的温度也在急速拔高。王大胆也感觉到热量急速升高，接近了他的极限。直播间的一些网友看到了王大胆的脸色不好，纷纷说道：“大胆，你怎么了？你一直苟在后边，这是怎么了？难道刚刚被怪兽咬了吗？”王大胆忍着痛苦的神情，艰难地说道：“多谢各位的关心，是金甲王身
身上的温度太高，导致周围温度急速升高。8品铁皮境武者已经坚持不下去了，底下的网友纷纷震惊地说道：“什么？金甲王已经恐怖到这个程度了吗？身上逸散的温度都能够让8品铁皮境武者受不了，那普通人连站在金甲王面前的资格都没有。”突然，直播间内一些网友纷纷刷屏道：“快看，金甲王变身了！”众人纷纷看向直播间。我此时已经被金甲覆盖完成。其实面对一只高级兽将，我完全不需要变身，但我知道此刻这里的画面已经转播到了全世界，这是我第一次向人类展现自己的实力，我不介意吓吓他们。咔嚓，我身上最后一块金甲覆盖完成。此时我全身上下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一丝金光，身上的气势更是如山呼海啸一般席卷周围。嗷呜！青狼王低声呜咽一声，此刻他彻底放弃了抵抗的心思，身形化作了一道清风，毫不犹豫地向山下跑去。然而，轰隆，犹如天空之中响起一道惊雷，一个金色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。轰隆，紫霞派山顶，所有人类都感觉到空气一阵晃动，一道狂风突然席卷整个广场，紧接着，咚，一道猛烈的撞击声传来，青狼王的身体直接飞上了高空，随后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所有人都震撼地看着眼前的场景。一击，面对高级兽将只需要一击。直播间后面的众多大佬再次沉默。第4军事基地内，华山派掌门人岳君万开口说道：“徒儿，你知道灵气复苏之后我们斩杀了几只高级兽将吗？”年轻人连忙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上次兽潮来袭，凭借着新研制出来的激光炮，还有五台山、龙虎山等大派的联手，我们不仅击退了兽潮，还斩杀了5只高级兽将。”岳君万开口说道：“是啊，上次凭借着各大派的联手，我们才艰难斩杀5只高级兽将。面对领主级怪兽，我们更是毫无办法。但是高级兽将只能承受住金甲王的一击，你知道其中的差距了吗？”年轻人眼神一暗说道：“明白了，师傅。”与此同时，紫霞派山顶，所有人类都看着地上的青狼王尸体。这时，嗷呜，剩下的青狼也在四散而逃。虎一和虎二两兄弟跳入了青狼群之中，开始了大肆杀戮。楚夭夭脸上露出了兴奋之色，他抓住机会一剑斩杀了那只高级兽兵。然而，远处的刘千钧和陈方通看到楚夭夭斩杀了这只高级兽兵之后，脸上露出了阴狠之色。两人穿过广场，来到了楚夭夭的身边。刘千钧开口说道：“师妹，你做的真不错，竟然斩杀了一只高级兽兵。我现在代表门派将这只兽兵暂时保管，一会儿等师傅分配。”陈方通在一旁脸上露出了戏谑之色，开口说道：“楚师妹，不知道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如果你当我的女朋友，这件事情还可以商量一下。毕竟斩杀一只高级兽兵也不容易，如今外边一只高级兽兵都卖到了上百万的价格，是吧，刘兄？”刘千钧点头说道：“陈兄说的对，我给陈兄一个面子，你再考虑一下。”楚夭夭看了看周围，脸上坚定地说道：“我不考虑，而且这只高级兽兵是我斩杀的，不属于你们。”刘千钧见楚夭夭油盐不进，又打算拿师门的大帽子压他。突然，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在现场响起：“收集所有怪兽的尸体，放在青狼王的旁边。”是，长官。一个个士兵从紫霞派的各个角落，还有广场各处开始搜集怪兽的尸体。一些武者和弟子纷纷开口说道：“这是我斩杀的，是我的。”紫霞派掌门刘清风更是开口喊道：“所有紫霞派弟子远离怪兽尸体！”刘千钧和陈方通脸上露出了一丝不甘之色。部队的速度极快，眨眼间便已经将全部青狼的尸体堆放在了广场中央。青狼王的旁边，为首的那位中年军官开口说道：“请金甲王享用。”此话一出，周围所有人都纷纷哗然。王大胆的设备全程记录了这个过程。直播间内的众多网友纷纷说道：“还是长官会来事。”是啊，人情世故这块长官们比我们懂多了。此时，我缓缓地走到了这堆青狼尸体前，这个举动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。下一刻，我的银牙一动，一具高级兽兵的尸体直接落在了楚夭夭的脚下。